你穿越到一个读书就能变强的世界，可你的外挂却是一堆天道都不允许出现的邪术，却不曾想你随手写的《聊斋》被妖国当作天书，一本《天龙八部》为世人打开了武帝。至此你的命运是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家主，你死得好惨啊！你千万不要回来找我，我会按时祭拜你的。灵堂，古一，我穿越了。夏洛从棺材里起身，正要开口招呼那个小丫鬟，突然一股烦乱的记忆汹涌而来。不好了，家主诈尸了！夏洛消化着脑海中的记忆，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夏洛字东流，父双亡，有结有房，享年19，死于邪祟之手。家死绝。屏幕前的大佬们，仇人是只鬼，不死不休，怎么办？在线等听鸡蛋。叮，系统宿主呼叫。怎么回事？金手指不是穿越标配吗？怎么现在还不响起来？难道是灵堂信号不好？快动手！黑狗血困不了他多久。诈尸最怕棺材钉，快拿棺材钉把他钉住！完蛋，我要成耶稣了！就在虾仁意识失去的最后一刻，他耳中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女声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经史子集天上道，说书演绎人间貌。道服不惹红尘事，几人悟得书中妙。这里是花瓣钟馗略传，这是捉鬼的钟馗。好美，这就是前身的姐姐吗？夏洛没有惊动熟睡的姐姐，而是整理起自己的记忆。从记忆中得知，这方修仙世界是一个读书就能修行变强的世界。然而这方世界只有道、佛、儒3种经典书籍，并没有闲书这类典籍。不对，在这个只有读3教典籍才能修行的世界里，我的外挂是一堆屁用没有的闲书，坑爹的！小洛，你终于醒了，脑袋还疼不疼？饿不饿？还是想喝水？还行。不对，你心跳怎么这么快？脸怎么这么红？你等着，我去让管家喊郎中。我没事，可能是被子捂的。你看，现在好一点了。被子太厚了吗？我这就去让小环给你换一套薄一点的被子进来。这钟馗略传既然是外挂里的闲书，肯定有什么用。想到这里，夏洛准备将脑海中的那篇钟馗略传写下来试试。夏洛拿着毛笔，正要朝白纸上落笔，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力量直朝阻止自己写下去。这是天道之力。就在此时，夏洛仿佛看到自己笔下的白纸上浮现出梦境法海里呈现的钟馗略传。这幻象一晃而逝，但几乎同时，家人也感应到加在自己身上的天道之力也同时消失了。原来如此，只有在梦境花海中得到的书籍，才能在此方世界的天道之下写出来，得到天道认可。若是我现在要写《西游记》，哪怕只是口述，估计天道之力也会让我有口难言。想到这里，夏洛也不耽搁，立刻开始书写《钟馗略传》。钟馗系陕西终南山人，少时即才华出众。于是唐玄宗命吴道子将梦中钟馗捉鬼情景做成一幅画，悬于宫中，以辟邪镇妖。当夏洛落下最后一字的时候，那纸张突然无风而起，悬浮在半空中，泛起金光。只有数秒时间，一大汉便从纸张中升腾而出，落在虾人面前。某家钟馗见过主公。我勒个豆，这可是神仙啊！自己写一篇文章就给召唤出来了。你真是钟馗？还主公，某家并非真正的钟馗大人，而是您书写的《钟馗略传》的书灵，一名钟馗。书灵，那你能抓鬼吗？主公在文章中写道我能吃鬼，此方天道亦认可这种说法，那么某家便能吃鬼。不过什么？书灵的能力与作者息息相关，某家亦如是也。某家对鬼物天生克制，
但最多也只能应对高出主攻2个境界的鬼物。高出2个境界嘛？似乎那个入梦之鬼也才第2层境界。就在夏洛和钟馗一问一答间，屋外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声：“主公有鬼气！”不好，姐姐有危险！小姐呢？某已经找到那鬼物了，这就帮您开启阴阳眼。随着阴阳眼的开启，夏洛见屋顶之上，夏轩正和鬼物打在一起。这娘们儿太虎了，就凭那点修为和那旁门天门13针，也敢去对付鬼物。就在虾人正要询问钟馗时，猛然看到距离大门不远处，夏轩正盘膝而坐，而头顶上插着5根银针。银针渡魂，这是旁道禁忌之术，可以让魂魄短暂出窍，却隐患极多。最常见的便是魂魄归位后，五感将随机丧失1项。钟馗，我要他魂飞魄散。刚穿越，随手就召唤出最强的钟馗，而你的姐姐为护你周全，不惜魂魄之苦，与那入梦之鬼对峙。钟馗，诛杀此僚！小洛，快回去！夏轩，快魂魄归位！想跑？那位是？你赶紧魂魄归位！那个人的事晚一点，我慢慢跟你说。我再看一看你，万一等会儿我看不见了。别说丧气话，可能就是没有嗅觉，就当得了个鼻炎。鼻炎？那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赶紧归位吧，时间长了，魂魄消散，想回去都难了。怎么样，哪里不对劲？你说对了，是嗅觉没了。你一个凡人，干嘛要跟鬼物硬拼？你不知道多危险吗？我怕他又来害你。夏洛正要开口，突然看到夏轩眼瞳迅速化成了白色，不由得愣住了。不知道为何，眼前的女人夏洛才见第2面，但是此时心里就像燃起了一团火，鼻子泛酸，眼睛瞬间湿润。对了，那位高人是谁？他叫钟馗，是我召唤的书灵。书灵？他是书灵？主公，某家已将鬼物制服，不过这鬼物并非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此鬼乃是一只伥鬼，伥鬼为虎作伥者也，所以真正在谋害主公一家的是这伥鬼背后的虎妖。虎妖？好一头虎妖！小洛，你回房好好休息，顺道帮我把小环喊来，我和他一起去趟县衙。这妖魔之事，官府不会不管。夏洛看着夏轩，心中一叹，他前身是一个十足的巨婴，名为家主，实为米虫，让夏轩还是下意识认为是之前的废物弟弟，自然不会安排他去报官。姐，还是我去吧，你也辛苦一天了。你刚刚清醒，身体还不行，我和小怀去就行了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小姐，你的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我这副样子的确不方便出面了。小环，你去喊评书，让评书跟小洛一起去一趟官府。姐姐放心，我会处置妥当的。小环，你照顾好小姐。小环，你觉得小洛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？变化？没胖没瘦，没高没矮，没有什么变化。我看你是没心没肺。哼，我看小姐你才没心没肺，眼睛都瞎了，还在计较洛少爷的事情。夏轩轻叹了一口气，他修行的并非完整的天门13针，施展银针渡魂后将第一眼丧失视觉。从他将第1根银针插入穴道时，他就已经知道了结果，但是他依然这么去做。小洛口中的定魂玉是爹爹留下的，没有破损，说明小洛不可能是被高人夺势复魂。爹爹说生死间最是悟道的好时机，或许是经此一事，小洛开窍了吧。
少爷年幼时曾经打断老奴的一颗牙，少爷可记得是几岁的事情？6岁。不过不是我打断的，是您背我爬博望楼时，为了护我摔跤磕断的。少爷读的第一本经义是老奴拿的，少爷还记得是什么吗？是我爹誊写的《春秋》，不过我看不了，一怒之下给撕了。您骗爹爹说是狗咬的。老奴在外面有一个相好，少爷还记得是谁吗？狗屁！你的相好就是咱家厨娘马大婶。我小时候最爱吃马大婶做的糖糕，你假公济私，把马大婶请到府里当厨娘。这都15、16年过去了，你还没上马大婶的床，我看不起你。少爷，真的是你呀！少爷，果然是老爷保佑，让少爷你死而复生呢。少爷，老奴对不住你呀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拿黑狗血泼我的，快撒手！小姐说的对，咱们去报官，我这就去喊几个身强力壮的，护着少爷去官府。评书稍等。就这般去了官府，查问起来，我们也一问三不知。我们先研究一番，有个突破口才好。这虎妖操纵昌鬼，谋害我虾家，必然与我虾家有恩怨勾连。评书你是虾家的老人了，你仔细想想，我虾家可有得罪哪里的虎妖？我虾家耕读传家，哪里会得罪什么妖怪？老爷生前喜好云游四方，但除妖灭蛮自有其他身份，不会牵连到家里。这虎妖，难道是因为那件事？何事？前年秋收的时候，小西村的佃户王喜贵找到府上，说是西秀山里跑出了一只老虎，将他的婆娘给叼走了。当时小姐出门办事，我就给少爷您说了此事。我当时怎么说？您让老奴看着办。老奴就擅作主张，找到小西村的猎人周勇，给了他20两银子，到西秀山里捕到了那只母老虎，将他给围杀了。然后呢？当时周勇探了虎穴，说那附近理应是有一公一母2头老虎，却不见公的。为防万一，我让人又在那附近搜寻了几日，没有找到那头公虎，就把人撤回来了。少爷，您说是不是那公虎修炼成精，回来复仇了？这个世道，野兽成精不是什么稀奇事，如佛道3门都有几率让猛兽开启灵智，化为妖物。周勇可还在？少爷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在府上出事之前，那周勇进了山就一去不回，至今大约有个把月了。钟馗，你吃那昌鬼可有什么发现？那昌鬼成型的时日不长，最多月余时间魂魄最深处，尚有一些为人是个记忆画面，依稀可以辨认应是以打猎为生。这么说，那昌鬼8成就是周勇所化，那么害我虾府的虎妖就应该是那头消失的公虎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虎妖本是西秀山的猛兽，想必也藏身在西秀山中。爹曾经说过，大玄朝的官员可以激发官印，查探一方妖蛮之气。评书，你去账上支应白银2000两。少爷，是不是问一问小姐？让姐姐好好休息，这事我来处理。我这就去账上支取银票。那你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其他人先不用惊动，虎妖应该还不敢冲击县城。是，少爷。你怎么了？可是之前和昌鬼争斗时受了伤。樊主公关心，某家无事，只是此间民土有些古怪。待主公了结虎妖之事，某家再做禀报不迟。敲什么敲？在这候着。何方妖孽，胆敢窃据我侄儿肉身？你骗得了我侄女，骗得了一众家仆，却骗不了我蔡同臣。穿越异界，读书就能变强。我靠着天道都不认可的贤书成为圣人，至此我的命运何方妖孽，胆敢窃据我侄儿肉身？大人，那真是我家少爷。魂魄没有异样，怎么可能？你真是瞎落。蔡叔父，真的是我。是老夫莽撞了，贤侄勿怪。叔父言重了，全权爱护之意，小侄铭记在心。来，贤侄进屋说话。贤侄死而复生，想必另有一番奇遇吧？之前小侄的确魂魄离体，夏洛便将自己在路上编好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我仿佛进入了一片桃花林中，在桃花林中有一位老者，鹤发童颜。他对我说：“你还未到来此地的时候，怎么此时就来了？”随后就要跟我喝酒，不知为何，每喝一口酒，我的头脑就清明了1分，直到1壶酒全部喝完。他说：“你该走了。”就这么一挥衣袖，我再睁开眼就醒了过来。夏洛在马车上仔细回忆的时候，发现一个让他惊恐的事实：在这个世界，很多与佛道相关的传说都不曾出现过，比如钟馗列传等。但是儒门却不同，有孔子，有孟子，有荀子。但凡是夏洛记得住名字的大儒，在此方世界都有一席之地。他熟知的唐诗宋词都已经出现，好在唐宋之后的诗词没有，给夏洛留了条活路。小侄也不知道那老者是何人，只是依稀记得老者酒醉时轻轻吟诵了几句诗：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，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。再后来，我便落入一处白茫茫的空间之中，一睁眼便重新回到了这人世间。听完这4句诗，蔡同辰再无半点质疑，仅仅这4句，尽显超凡脱俗之志，逍遥潇洒之态，不是他熟知的夏洛能写出的。好一个桃花仙人，就凭这4句桃花词，也当服一大白。叔父，我这次拜访与我虾府的命案有关。害我虾府的乃是一只伥鬼，我猜测这伥鬼背后的虎妖与2年前我虾家围捕的一只虎兽有关，眼下可能藏身在西秀山中。草民恳请大人发动官印，对西秀山查探一番。你可有虎妖在西秀山的确凿证据？如果没有，本官不能轻易消耗气运探查。这里有2000两银票，我虾府感恩乡里，愿为万安献一份力，还请大人收下。这些银两也够补充气运的消耗。那老夫便帮贤侄查上一查。老李，大人，卑职在。那伥鬼已经是恶鬼级别，想必虎妖最低也有纯血境。老李，你辛苦一下，跟夏洛去到西秀山，真遇虎妖，就地格杀。区区小事，不敢言辛苦。夏家主，在下陪你走一趟如何？有劳李师爷。李师爷，听蔡叔父的意思，那虎妖。李师爷最近家中收了些前朝古董，家姐说师爷慧眼无双，改日请师爷帮忙品鉴一二。夏小姐太客气了，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啊！恕小侄见识浅薄，之前蔡叔父说那虎妖是什么纯血层次，这是一个什么境界？还请李师爷解惑。夏家主久居人族腹地，不知妖族境界也属正常。左右到西秀山还有点时间，在下托大和夏家主分说一二。妖族修炼与我人族不同，他们修的是血脉之道，求的是血脉返祖。妖族开智后，前3个境界都与血脉有关。第1境为净血境，此境界的妖族不断褪去体内的杂质血脉，越是退散的干净，未来上限越高，修到后期可以化作人形。第2境为纯血境，一身血脉近乎纯净无瑕，此时的妖族才能算真正的妖族，因为他们在此时能够觉醒天赋妖术，残害你夏家的虎妖，最低就是这个境界。第3境叫做炼血境，此时的妖族随着血脉的进一步精纯，将妖术进一步提升，化作神通。每一种妖术化为神通，在妖族本体身上都会出现一道奇特的血纹，称作血纹神通。说到底，妖族都是一群吃祖宗老本的家伙，哪比得上我人族继往开来，奋勇争先，寒梅亦有贵子出。家主，李师爷，西秀山到了。夏家主，在下再问一句，你可确定要探查这西秀山？我家东主说了，即便你再拿出2000两白银，想要第2次动用气运，那也要等到1月之后了。根据钟馗得到的信息，已经评书提到的事件肯定不会错。查。气运如清水，清水之下，任何杂质都将一目了然。李师爷话音刚落，只见3道清冷白光在山林之中射出，3根如同白玉柱的光束中分别呈现鹿、雀、离的虚影。这是3名以月华洗炼自身，不带杀孽之妖，受大旋律庇护。好打，赤中带黑，这已经不只是我人族血光，还带着人族天谴之力。这是一头孽妖。李师爷就是他。这畜生知道自己被气运锁定，居然不躲不藏，直接朝我们来了。你吃官印，可受气运保护，在旁观战便好，切勿进入战圈。
这是浩然正气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国破楼兰周复还。果然，这个世界也出现了同样的诗歌。林童龙，这虎妖竟然将痛风妖术进化成了神龙。评叔，李师也能赢吗？我问你，是你派昌鬼杀了我虾府上下20余口？你害我妻子，我找你复仇。你可知我妻子被杀之时，为了不爱，你回我家，我灭你们，合情合理。好一个恶人先！不，恶虎先告状。明明是你妻子掳掠我家佃户在先。虾家主何必与他争论？那头母虎不过野兽儿，它则是一头开了灵智的妖物，已经不算一类，与野兽哪来什么夫妻？更何况这是一头孽妖。说你是何方势力派来我大选的？佛门、外妖国还是蛮族？李师爷，孽妖是什么？你方才看见他的血光中带着一丝黑色，那是有天谴之力缠身，说明这妖物加害过对我人族有功之人。这样的妖族称之为孽妖。大玄朝有令，孽妖必杀。万妖国10位丧尸，至少有4位为人族天谴之力缠身。与大玄可敢不万妖杀生？还不是依然寻和亲之策，待玄宗之贵，嫁给万妖国。哼！区区虎妖，焉敢依我大玄国策？祖哥，这虎妖的魂魄有些古怪，或许某家可以探查一些信息。穿越异界，读书就能变强。我靠着天道都不认可贤书成为圣人，至此我的命运开始。主公，这虎妖的魂魄有些古怪，或许某家可以探查一些信息。钟馗，这是书灵。武家钟馗见过为友，此刻不便细说，我先行施展手段，再晚些魂魄灵光寂灭，有些事就永远不知道了。那便有劳为友相助了。随着钟馗的神通施展，虎妖的妖魂便被钟馗吸收了。主公，此妖魂魄乃是异魂，灵光尚算完整，只是需要劳烦主公自行查看。钟文佑，这融魂之事是否有什么危险？可否由我代劳？我是主公的书灵，魂魄相连，才能做到转移魂魄，却无法移入李文友魂魄之中。哼，况且有我护佑，主公安全无虞。听到这话，李师爷也只好同意。一头孽妖背后的情报可大可小，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好。来吧！只见钟馗手中的妖魂入虾洛的印堂之中，虾洛大脑仿佛被电击了一般，眼前一黑，骤然朝地上倒去。怎么回事？无妨，主公正在查阅虎妖的记忆，稍后就能醒来。这便是虎妖的记忆回廊吗？想不到一头野虎竟然天生绝响一般庚金血脉。小家伙，我叫风连城，是万妖国一虎一脉的少主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小家伙，族中要从大玄取走一样异宝，需要前往大玄接应。如今你修为刚好，又是在大玄出生，不知你可愿往？属下愿往。原来如此，劳烦师爷久候了。这虎妖之事，我已全盘了解。还请虾家主到来。此妖乃是万妖国一虎一脉，因为要在我大玄取宝而瞒天过海进入大玄。在我大玄取宝，具体是什么宝物，这虎妖也不清楚。不过他将到手的异宝藏在西秀山中，我已知具体地点，还请李师爷与我同去，一看便知。如此正好。李师爷，之前我看您与虎妖斗法，为何仅仅念出一字就能有整手战尸的效果？倒是在下忽略了，之前只和虾家主说了妖族的，却没有提一提我儒家的修行之路。随即李师爷将如修9大境界一一的解释了一遍。在下奴顿也才第3境，也就将七绝圣手王宗师的金刀师融入一字之中，惭愧呀惭愧。我严重怀疑这厮在凡尔赛，不过钟馗曾言他的能力与我息息相关，想必召唤其他书灵亦是如此。也不知梦境花海里的贤书能否帮我开出一条不一样的修行路。李师爷，前方便是那虎妖藏宝之地，那虎妖道的异宝便在这盒子里。李师爷看了看密匣，在身上覆盖了一层浩然正气，谨慎地打开了密匣的盒子，
一刹那，一道浩瀚的浩然正气爆发而出。不朽文心。什么？虾家主，这不朽文心事关重大，此事我要尽快通知大人。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灾风。好家伙，进山2小时，回来5分钟。评叔，你知道不朽文心吗？少爷，老爷曾言，儒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境界，独立于修行境界之外，只需完成立言、立功、立德3不朽其中一项，便可凝聚文心。若有文心的大儒，都是有望成圣的潜质。难道那一宝是？难怪那虎妖沾染了人族天谴之力。少爷，此事已经涉及到某位大儒和一虎一脉，已经不是咱们能掺和的了。也是。评叔，我能重新招个贴身丫鬟吗？少爷，这个还是问问小姐吧。我一个家主，连这个主也做不了。少爷，这个主真做不了。大人，不朽文心乃是大儒一生心血所凝，竟然有人将之交易给妖族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必须上报朝廷，严查到底。这是自然，只是你想没想过，各大学宫和世家供奉的不朽文心都是有数的，只要稍有动静，就会被人发现。文心失窃的时间至少1月以上，可是无论朝堂或者儒林都未出现任何传闻，这几乎不可能，除非……您是说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儒陨落了。回府后，夏洛便把虎妖兽首的事跟姐姐说了一遍，便回到了书房研究起了儒修。元神没觉醒，通读天赋，如今换了个灵魂，说不定现在就能了呢。梦境花海。见过主公。钟馗，你也能进入这花林？某家正是从这花林中孕育而出，自然能够进入这花林。你既然是这花林中孕育而出，可知道这花林与我有什么修行益处吗？某家只是这浩瀚花林中不起眼的文章之一。若文分9流，某家也只是末3流之文。幸得主公召唤，得天道认可，才能智行而出。事关主公修行的事情，某家也没有头绪，想来是需要主公自己去悟。不过某家倒是对这花林有几分先天了解，或许可以给主公一些启发。你说说看。其一，这书海花林与主公魂魄相连，自然与主公心意相通。譬如之前主公为伥鬼所苦，便将我召唤了出来。其二，书有浅显精深之分，书灵也有强弱之别。虽然我不知主公该如何修炼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只有修炼到相应层次，主公才能承担一些书籍在现实世界的显化之力。原来如此，还有吗？在某家的先天传承中，这书海花林中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3个显化等级。随着钟馗的解释，夏洛大致上清楚，这3个等级分别对应第5世界、仙侠世界、神话世界。3个等级太绕口了，就分别叫做红尘境、仙侠境、逍遥境吧。随着夏洛话音刚落，一段恢宏的声音在天边响起。红尘炼人心，等闲有侠意，谁得真逍遥？乾坤散一气，花林之主夏洛自悟修行之论，花林万书自此以路为界，分道而立。自悟修行之路，我悟到啥了？钟馗，这话外音是谁？发生者乃此秘境之灵。我等天外之书能存于主公识海，显化于天地，都有赖此秘境之灵的护佑。是系统啊。主公你看，原本都是花林，此刻出现了3条大道，只是其中2条似乎有道屏障，只有1条大道并无屏障。就在此时，有10只蝴蝶从大道中飞出，盘旋在夏洛身周。主公，这是10本上3流的奇文，主公为万书设立道境，他们主动投奔主公。不过，主公如今的能力，只能选择1本在天地间显化。这不就是开局送 SSR 吗？原来是要先打一段剧情才能抽啊！我还以为白嫖的资格用在你身上了。随着夏洛手指触碰蝴蝶，便化作一道光芒射入了夏洛脑中，一篇奇文在夏洛脑中铺陈开来。笑傲江湖，笑傲江湖。祝贺主公，这乃是秘境花海中的上3流奇文。
钟馗，你说笑傲江湖的书灵会不会是任盈盈或者令狐冲啊？回主公，俺也希望是任盈盈。待我写完就知道了，只要不是东方不败或者岳不群就行。终于33万字了，又是想盈盈的一天。不过这是什么？只见一缕闪烁着七彩的气体从夏洛的指尖散溢出来，是气吗？但是普天之下应只有3道气才对啊！所谓的气是这个世界的修行基础，3道气分别为青色之气、紫色之气、金色之气。对照着儒道佛3条修行路，在这3种气外，还有半道气的说法，指的是王朝气。算了，改日去问问蔡叔父吧。大人，是诸藩造盖。蔡同辰顺着李师爷的视线看去，只见在远方天空，一辆古车快速驶来。学生同辰见过恩师，莫学后进李如燕见过魏大学士。哈哈，无需多礼，把那颗文心给我看看。魏师，这便是那文心。正气中有精义吟诵，应当是一颗立言文心。魏师，可知是哪一位前辈？文昌阁查点了所有在册大儒的踪迹，又用气运探查了整个大玄朝，1026颗不朽文心，并无异样。很显然，这颗文心属于一位隐士大儒。魏师，不知这文心该如何处理？文昌阁意见本是带回文庙镇压文运，或入大玄宝库，但被文相否了，并向陛下讨了圣谕。3日后，万安县举办文心则主礼，若文心未作选择，我便将其带回文庙，任由天下儒生自行前往，供文心则主。3日后啊！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外面有个人死在我们家门口了。走去看看是什么个事儿。苦命人啊，小环，去报官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比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。别说了。小环，去拿碗粥来。是，少爷。夏洛刚要将粥喂进蓝缕少年的嘴里，那少年口中突然闪烁了一下金光，将白粥挡在了少年嘴外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不必费心，他吃不进任何食物。大师为何如此？贫僧对他下了法术，10日内他不得进粒米滴水。哼，你这和尚哪有正常人10日不吃不喝，岂不是要死了？就不怕官府抓你？哈哈，这位小施主从贫僧这借贷了白银100两，与贫僧有赌约，10日内不得进粒米滴水。如果做到，这债就一笔勾销；如果做不到，就得认贫僧为师，跟贫僧返回西方佛域，做一个小沙弥。你个和尚，休要骗人！这小哥衣裳破破烂烂，连一柄好剑都没有。你说他找你要了100两，那银子呢？施主且听我道来，这位小施主的好友为救这马的胞弟，误杀了主家的2马，需赔付100两，否则押哥哥去见官。弟弟因愧疚，被他人蛊惑去赌房。只因那人说一只耳朵15两，一只眼睛30两。然后呢？等那好友找到我帮忙时，那弟弟已经没了一双耳朵，一只眼睛。我一怒之下砸了那赌坊，却也让那弟弟未得分毫，才向这秃驴立下了这赌约。小施主连同自己身上的值钱财物和衣裳一并给了那兄弟俩，如此心善，果然是与我佛家有缘。缘你妹，命都快没了，这100两我替他还，你快解开法术。不妥，贫僧不要钱财，只要弟子。他欠你银子，又不是欠你命。僧人没再理会夏洛，而是转头看向那名少年，开口道：小施主，现在你只要喊一声师傅，贫僧立刻解开法术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另寻他法，口不能实嘛。有了，小环。再坚持一会儿，我能帮你。少年，这个生理盐水输液方法或许可以救你，也可能会害了你。你现在还可以做选择。来吧。随着盐水的输入，少年的表情逐渐放松，呼吸平稳了一些。那僧人面色却有些异样，他感应那将死少年的身躯恢复了生气，不由眉头微皱。该死！若是死于本座闭口禅之下，这灵童的魂魄将化作我座下之鬼，将来我立佛国，必然是我轮回护法，必须阻止他。此法作弊，贫僧不认。这一道雷音将在场之人都震得神魂不稳，出神了片刻。僧人趁此机会快步向前，想要带走少年。放肆！化地为偶！
欧米个豆腐，施主还是从了老衲吧。大玄官署，画地为牢。贤侄，发生了何事？夏洛上前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县令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大玄朝就是如此对待信义之约吗？信义之约自然受我大玄律保护，不过凡信义之约，需有官府验证盖章才可作效。你那张赌约又是哪家官府为你盖章的？如若没有，你对我大玄子民下咒施法，可是死罪。阿弥陀佛，是贫僧对大玄律研习不深，险些造成大错。贫僧这就返回西域佛国，还请大人通融。结了法术，就此离去吧。妈咪吼！二位施主，待贫僧罗汉境之时，我们自会再会。多谢叔父解围，叔父可是有公务在身，要不要进府喝杯茶？不必，我就是专程来找你的。速速整理仪表，随我去面见家师。您老师见我，快去收拾一番，不可轻慢。家师是大儒，如今这个时代，儒门无圣人，道门无天尊，佛门无佛陀，大儒便是这个世界最顶尖的那一撮人。这样的人物居然点名要见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便是夏洛，可惜不是我儒家子弟。晚辈天资驽钝，没有通读天赋，生不出浩然正气。无妨，浩然正气不过是修行之道，做学问用不着。老夫听闻你有一只可以使鬼探魂的书灵，不知可否一见？钟馗，妙啊！身为鬼躯，又归灵属，身上还有天道之力，他能使鬼？回前辈，是的。稍后。叔父，魏大儒这是何意？我也不知。之前我向家师禀报那颗文心的来龙去脉，家师听闻你疏灵之事，就陷入沉思，便让我把你喊来。这是城外乱葬岗处的野鬼，你让这书灵吃2只我看看。这是要管饭的节奏。哈哈哈，妙哉妙哉！恩师，您这是作何？若儿是小辈，当不起您如此大礼。起开起开！你长于学问，却疏于天下事，这是何等大事？你竟然毫无察觉！小友，随我换个地方说话。小友，你可知天下3祸？晚辈不知。蛮祸、鬼祸、妖祸，而唯独这鬼祸，知之者甚少。你可看到了什么？万家灯火，国泰民安。你再看。夏洛再次低头看去，面色一变。万安县内有一团团飘荡的黑雾，而城外更是数不胜数，成群结队。这些是鬼？没错，就是鬼。王朝气运可庇佑王朝百姓，只是这护佑百姓对气运却是极大的消耗。前辈与我说这么多，可是与钟馗有关？书灵乃是天道意志的显化，带着天道之力，小有凝聚的那篇雅文，寻常人也可以诵读，替鬼自保，可大大减少我大玄的气运消耗。小友，这是造福百姓，有功社稷呀！老钟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主公，某家也不知道啊。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样的话是不是会出现很多个你？嘿嘿，某家不知，但某家永生追随主公。前辈，若是其他人读了那篇文章，那是不是也会凝聚出新的钟馗？书灵只会在文章问世的那一刻凝聚，其余顶多是凝聚一段力量虚影。若此法通行天下，百姓人人诵读，与你也有好处。除了朝廷赏赐外，王朝气运亦会嘉奖。曾经有大功劳之人被气运贯体，长寿富贵，娇妻美妾堪比后宫。哈哈哈，100岁高龄还能入洞房，还有这好事？我同意，主要就是为了给黎民百姓做点事，才不是追求什么一树梨花压海棠。请小友挥毫。大人，早就听闻魏大学士喜好杯中之物，这是我珍藏的30年新泉酿，不如。大人，你在看什么？你自己看。那是虾小家主，他怎么在魏大人的古车上？本官哪里知道？本官跟随恩师20载，还从未与恩师同车过。大人，魏大学士笑得好开心啊！河虾家主在说什么？本官哪里知道？本官跟随恩师20载，还从未与恩师同车过。
大人，魏大学士怎么对虾家主行礼？本官哪里知道？本官跟随恩师20载，还从未与恩师同车过。属下想起还有一些琐事，这就去处理，先告退了。等一下，你手里提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是30年的老醋。原来是老醋。我说这院子里怎么一股醋味？你忙去吧。仅200余字就凝聚出如此不凡的书灵，我称之为《钟馗略传》，的确只有200余字。无经义道理，无微言大义，通篇100秒。钟馗一生却有诡谲传奇，老夫从未见过如此文章，甚妙。小友，老夫有一个疑问。前辈请讲。你这文中提到了唐是何朝代，这话圣无道子，是何人？仅凭一幅画就可以驱鬼降魔？这个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雅文承载的是天道真意，这虚构之事也能成文？这全是梦境花林和天道的屁外交易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虽说是子虚乌有之事，却承载人心所向，天道为何不允？是了，老夫着相了。既然文章已经呈现出来，那就是最大的道理。小友，此文我会尽快送达朝堂，朝廷也自会有封赏下达。我先代大选百姓谢过小友了。前辈无需客气，只是有一件事，我想麻烦前辈一趟。你穿越到一个读书就能变强的世界，可你的外挂却是一堆天道都不允许，却不曾想你随手写着《西游记》几名召唤武士的书，而此时的你却对姐姐的眼睛束手无策，直到眼前的高人出现。魏老，家姐的眼睛可还有救？有，但需要满骨丹。满骨丹？那是什么？此丹是蛮族的至宝，每个5万人的部落也仅只有1颗，所用的材料也是蛮部圣树心智，极难寻觅。小洛，听姐姐的话，咱们不治了。夏洛只听介绍就明白这东西的珍贵程度，况且还是蛮族的宝物。但是听到姐姐说出不治了后，又不死心，追问道：“魏老，不知我进奉《钟馗略传》的功勋，可以换来1颗吗？”我大玄已经40年未出过正气长城，国库中也没有满骨丹。不过京城中有一座万宝楼，手段通天，偶尔会有满骨丹拍卖。不知成交价几何？银钱算什么？老夫听闻上一次是被人用2件大儒文宝拍走。魏老，您是大儒，可否卖我2件文宝？小子没别的意思，纯粹是仰慕大儒的文华之气。臭小子，好大的口气！1件文宝至少需要1名大儒，用自身文华精心蕴养半甲子。你告诉我，你能买得起大儒的几个30年？小洛，听姐姐的，不治了。魏燕看着眼前的虾轩紧拉着夏洛的手，不由让他也想起自己那早已离世的老姐姐，心中又是一软。此果乃是文昌阁中1000年杏树所结，每年不过100枚，被浩然正气环绕，服之耳聪目明。此物老夫也就几颗，这1颗便送与你了。虽然不能治好眼伤，但也能有些增益之效。多谢魏老。不用，也算是老夫以个人名义感谢你对我大玄朝的赠书之恩。对了，瞎小子，3日后文心泽主大礼在城外举行，你是那颗文心的发现者，可前来观礼？小子会如约而至。姐姐，你赶紧吃了，万一他后悔就迟了。人家是大儒，岂会后悔？你以后不许背后说人坏话。小洛，这果子你吃了吧？啊！你也听大儒说了，这果子被浩然正气浸染，你若是吃了，兴许就能读通经典了呢。反正我都是瞎的，大儒也说了不能根治，就不要浪费在我身上了。夏洛看着对到自己嘴前的杏子，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。上一个这样把好东西递给他的人，还是他的外婆。快吃，别说1个杏子，以后我一定给你弄到满骨丹。你吃吧。你若不吃，我就给小环吃了。我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，万一那颗不朽文心选择了我呢？那好吧。少爷，你说的那个小哥疯了。鬼美区无望，无望区同人，同人区大有，甲转丙，丙转庚，庚转鬼。少爷，你看他这个样子足足1个时辰了，念的什么我也听不懂，是不是那个臭和尚在他身上还下了什么咒？手稿，这小子念的是《笑傲江湖》中独孤9剑的总纲。破剑士，居然是真的破剑士！这小子在学《笑傲江湖》中的武学。拜见恩公。无需多礼，你在看什么东西？我随手拿了几页恩公手稿，没有得到恩公允许，还请恩公责罚。
无妨，看你的架势，有些底蕴，是儒门世子吗？对，在下季仲，今年17，乃是儒家门徒，目前是儒士第3宠，程师敬。17岁就是程师敬，跟李师爷一个水平。卧槽，居然捡到个小天才！恩公，我原本是要去中京折柳书院求学，但我现在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？如果恩公不嫌弃，季中愿随侍恩公1年，以酬救命之恩。我愿在恩公身边做个护卫书童，为您研墨习笔。好好的学你不去上，来给我当书童，你有什么目的？你直说吧。就是恩公写的这些文章，不知道下面的文稿在何处，季仲已沉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你红什么脸啊？还有什么要报救命之恩？这臭小子哪里是想当书童，分明是想白嫖我的小说啊！下面没有了。嘿嘿。在想什么呢？回公子，我在想葵花宝典和独孤九剑谁更厉害？葵花宝典更厉害，你练吗？不练，打死都不练。公子，我真没想到，一群不会修行的普通人组成的江湖故事会这么精彩。公子真是大才，可惜不是我儒门弟子，不然一定会成为大儒。季仲，世上可有五福修行的方法？五福可是专练肉体的路子？有蛮族的蛮神一脉和佛门的苦行劲，另外市井江湖中也有高手能够修出内劲。除此之外，我就没听过别的肉体修行，倒是公子书中的内力神功颇有修行的风范，有些新奇别致，可惜只是故事。那市井江湖中的高手内劲如何？公子，面对修行者还是不堪一击，只能在普通人中称雄而已。找到你了。高松出众，放我向天涯。什么东西？公子小心，这是妖物。下来，血门神通越过。就在马妖的神通发动之时，一道声音如雷霆炸响，在空中扩散。大胆妖物！公子，是神通微言大义，有大儒出手了。可还好，受伤了没有？没，多谢魏老相救。没事就好。说，是哪族派你来的？就在魏燕话音刚落，凭空出现一个扭曲的空间，从空间中同时射出了2道黑色的光芒，分别朝魏燕与马妖射去。被射入黑光的马妖瞬间就消散。竟然是灵气！小子，你可认识那匹马妖？不认识，但是想杀我的人应该只有2个人。哪2个？其一是那虎妖背后的一虎一族，其二是拿出文心和虎妖交易的神秘势力。但无论是哪一方，我想他们的目标都应该是抢回那颗不朽文心。只是晚辈不明白，今天的行刺岂不是暴露了他们的行踪吗？因为他们不是冲你而来，而是试探万安县虚实而来。恐怕他们从一开始就想着把文心硬抢回去。魏老，您这没事吧？没事，只需一些时日便可痊愈，但文心择主之日，恐怕老夫无法恢复全盛状态了。这些人连大儒都能伤到，如此下去性命堪忧。今天必须把《笑傲江湖》写完，看看是个什么书灵，或许能提高自己的自保能力。魏老，家中还有事要处理，就先告辞了。夏小友受惊了，回去好生歇息，此事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姑娘，马三已死，那夏洛身边有儒家门徒守护，属下没有成功。无妨，本来就是个天堂。容妈妈可查探出文昌阁派出了几位大儒？魏燕出手之时，老身感应到城东还有一位大儒的气息隐而不发。61明一案的伎俩吗？意料之中。那一虎一族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师尊是不会轻饶他们的。姑娘说的是。辛苦容妈妈好好准备，过2日是师尊的寿辰，我打算把那颗夺回来的文心当做给师尊贺寿的礼物。老身明白，必然不让姑娘失望。终于写完了，来吧，书灵是谁？岳不群、左冷禅，还是东方不败？可千万不要是林平之那个弱鸡啊！好犀利的剑气！夏洛全神贯注看着那书页，就如同当初钟馗现身的情形一样。所有《笑傲江湖》的书稿全部无风而起，漂浮在半空中。
这是书灵研法，主公，此书灵非同一般。嘿嘿。不对，说好的书灵是任盈盈呢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笑傲江湖里没有猫二娘啊！公子，这是书灵。这个人之前每次看我的时候都一副色兮兮的样子，现在居然敢嘲笑我！哼！小家伙，你有什么能力呀？主人，我可厉害了！是你说话。小黑猫点了点头，随后化作一道黑光，冲进了夏洛的体内。夏洛瞬间就明白了这黑猫书灵的来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季兄弟，陪我过2招如何？公子，你可是个普通人，试一试。你打赢了我，我下一步武侠也第一个给你看。还有下一步？走。公子，认输的话，趁现在还来得及哦。笑傲江湖中有一门武功无人练成，但是却比独孤九剑和葵花宝典更厉害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哪有这样的武功？即便你是作者，也不能胡说。我也不欺负公子，只用1成实力。急！就是现在！玉。你大爷了！这怎么回事？重新介绍一下我的书灵，他的名字叫做戴宗如何。戴宗如何，泰山派剑法中最高深的绝艺，要旨不在右手见招，而在左手的算术，计算所有可能性，一经算准，挺剑击出，无不中招。主人，才发动1次就晕倒了，你的神魂也太弱了吧？有这么大的副作用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我不知道啊，明明是很简单的计算来着。还顶嘴！主人，你欺负吗？脾气还挺大，这不就是一个需要吟唱时间发动时扣血的必中技吗？戴宗，恶毒的主人哟，你是在呼唤我吗？好了，以后你就叫戴宗了。既然主人你这么坚持，我就勉强接受这个名字了。别闹，说点正事。你是上等书灵，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解开仙侠境和逍遥境的书籍限制吗？本主人，红尘境修为到了顶点，就自然进入下一个境界了。那红尘境要怎么才能修炼到顶点呢？自然是使用红尘气修炼哦。红尘气，那是什么？你是说这个叫红尘气？这就是红尘气。主人每写一本红尘经的书籍，都会在体内产生1缕红尘气。另外，书籍写完以后，书灵会一次性带来大量的红尘气。红尘气该怎么修炼？主人要先找到一条使用红尘气的道，才可以用它修炼。道？那是什么？道要符合此方天道的运转规律。主人觉得我们这些异世界的书灵会知道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了。不许卖萌。公子，你醒了啊！我跟你说一件事。你领悟了独孤九剑？你怎么知道？书都是我写的，你从书里得到领悟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可是从书中得到领悟，这是经典才能做到的事情。笑傲江湖为什么不能是经典？公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主人，秘境之灵让我转告你，不必担心。只要主人你找到了正确的道，就是开道之祖，一脉圣人，这片秘境将真正成为你的助力。道吗？公子，独孤九剑你能施展吗？只有招式，没有运气法门。我试图用浩然正气施展，但是完全不能融合。对了，公子，你看，这也是我从书中领悟到。这个有什么用？这个嘛，其实……少爷，县衙的李师爷来了，让你跟他一起去参加文心泽主大礼。文心泽主不是明天吗？公子，你跟我比试，神魂受累，已经昏迷了1天1夜了。身为穿越者的你，第一次参与不朽文心阁，竟让这方世界顶尖大能主动相迎。夏小友，你可算来了，这泽主里少了你可不行啊！魏老、蔡叔父，小子就是来凑数的。
夏小友，无需谦虚，你的疏灵钟馗，老夫可是亲眼见证的。魏老莫夸小子了，我观下方儒生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何谓读书人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先贤，为万世太平。今有先师大儒化一生之道，凝聚不朽立言文心，如有成其道者，大儒可期。唯愿诸生不负心中之道，不干负天地，不干负苍生，不干负先贤，不干负万世。文心则主，起。魏燕一指点向那颗文心，文心轰然散开，化作数不清的青光落下，落在每一名儒生面前，化作一方小桌，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文心阐道，学子用文心所画的文房四宝写下自己心中的追求，其中最契合文心的文章就会被选中。忽然一道青光落在了夏洛面前，夏洛一愣，看向几中。我祖上就没来过万安县，这不是给我的。可我没有浩然正气啊！公子，文心降妖，你还是写一点吧，不然传出去会被那些守旧故里的儒生非议的。卧槽，其他的穿越者往往都是大笔一挥，横渠4句，立刻就能震惊四方。可这方世界早早就有了，那还有啥？有了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夏洛刚写完，那纸张之上突然出现一个大杯子，杯对上驮着一块石碑。你们快看，是碧玺驼碑。公子，这是文成碧玺的意象，说明公子之言足以承载一条文道，无论是否契合这一颗文心，这篇文章都有立不朽之言的潜力。你赶紧往下写啊！你看那石碑上光秃秃的，这8个字牛逼，我当然知道。问题是我只知道这8个字，我还往下写什么？就在夏洛满脑子搜刮这个世界适合当这8个字论据的名言和典故的时候，上一名儒生一脚踢飞文心所在的方桌。什么破文心，竟然连一个字都不让本姑娘写上去！姑娘，老身说过，你不是万安县域的人，骗不过文心的。哼，装神弄鬼，等的就是你们！只见在那儒生与老妪的身周，凭空出现一个困阵，仿佛要将那俩人封锁起来一般。去！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是何人，就不劳魏大儒费心了。只是这颗文心是我们的，今日要物归原主。只见莲哀高举右手，广场之上原本文心所画的方桌又重新变回一缕缕青光，飞向那高举的右手之上，凝聚成之前的文心模样。大家随我护佑文心，不知死活！放肆！魏先生不要发怒，我们也不想惹事。这些儒生只是中了容妈妈的瞌睡虫而已，没有性命之危。化神谷，镇玄司的情报果然没错，你们居然没有死绝。魏先生这话就过分了。平心而论，就算你们死绝了，我们还能去刨你们的坟呢。容妈妈，文心到手，我们走吧。想走，做梦！你在冥气死光中下了蛊。你现在立即运转浩然正气，1个时辰后自然可以将蛊虫逼出来。若是想拦我们，就等死吧。2位还是留下来吧。季仲，他是谁？公子，是半脸大儒苏连成。想必这就是魏老的后手了。2位大儒联手，今天的事情应该可以结束了。魏兄，安心取蛊，这2人走不了。惭愧，接下来交给苏兄了。容嬷嬷拉住莲爱，所处的地方空间再度扭曲，将2人吞噬，转眼间消失在广场之上。那个前辈人好像逃了。姑娘，老身失算了，老身稍后缠住苏连成，姑娘自行离开便可。无非是以家国天下之术笼罩了这一片区域而已。妈妈，你准备施展千里虫洞，我来拦住他。丫头，口气不小，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又何必遮掩？散！小女子莲哀，见过半脸大儒苏先生。我们主仆2人只为这文心而来，并未伤一人，还请苏先生放我们离去。此件事就当作罢，如何？荒谬！你2人身上秘密颇多，都要随我去中京天域走一趟。妈妈，就是现在。灵皇有令，索大儒苏连成。灵皇五叔，
仿制品，我数息可获知。还要多久？姑娘坚持住，还要10息。公子，我要去助大儒一臂之力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你一个城失敬，过去不是送菜吗？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人质。如果只是一击，耽误一下时间的话，应该可以做到吧？记重听我的，咱们这么做。五谷9间，后期是找死！机会，戴宗来啦，主人！小贼，你找死！冲动了，说好的因果必杀呢？就在此时，一直被他藏在衣袍之中的文心竟然自行挣扎飞出，化作一道青光扎进夏洛的体内。姑娘，好了，妈妈，你先走。被文心融入的夏洛此时脑海中正突然涌现大量信息，一时愣在原地，连挨抓起夏洛，飞向黑洞。现来！公子，夏小友，后来人便是你继承了老夫的道吗？前的男人明明是个废物，却被人族圣物认主，但还没来得及高兴，2.5秒后空间破碎，被妖族带到了千里之外。后来人便是你继承了老夫的道吗？前辈晚辈夏洛乃是。可叹老夫一生探究出这条修行之路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前辈，老夫不服！想我人族一兆生灵，精彩绝艳之辈层出不穷，必然不会让老夫知道埋没。原来是道虚影。为此，老夫行遍大陆，发现这普天生灵俱以我人形为尊，圣人、道祖、佛祖皆为人形，何也？老夫以100年寿元强取一截天道之力，然发现那天道之力竟然也凝聚为人形之态，我人族必有隐秘。老夫穷尽一生，终于探究出一条通天之路，怎奈何道可行，然无气可用。后来人找到第4种气，让我人族人人如龙。话音刚落，大如虚影便直接融入了夏洛的体内，夏洛脑中瞬间出现大量信息，竟是武道。主人，你醒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人，之前传送通道被毁，你和那个女子都被甩到了这里。她怎么了？魂主公，她应该是被空间乱流所伤，是秘境之人出手对抗乱流，主公才没有受伤。嗨！先逃了再说。出口，出口，就是这边了。这是责任在我，是我疏忽大意，造成此局面。魏兄莫要自责，你刚进入大儒，而那老妇与你品级相同，是一名3品古师，古之道已经销声匿迹数百年，你不慎中了他们的奸计，也是无奈之事。此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们可以介入的事态，上报文相吧。理应如此。那夏洛，圣旨到。2位大儒，咱家奉命前来传旨。可是给夏府夏洛的，正是陛下亲封万安伯的旨意。蔡大人，烦请引路。夏洛丢了。先试试那大儒文心的修行之法吧。至于那大儒刘盈所说的武道需要的第4种气，正是他的红尘气。首先，体内生出气感，牵引内气，贯穿经脉。再次睁开眼，不知不觉已经1夜过去，夏洛已经连通了6经。嘿嘿，果然有用。他也受到了空间漫流冲击，居然没死。原本只是想抓回去，重新把文心念出来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如此有趣的人。不枉我在他身上下蛊。
我要养伤，你顺着追踪谷的气息去将那小子拿下。是不是跑错方向了？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再打通几条经脉，或许逃出升天的把握会更大一些。先通任督二脉，后面再慢慢打通其他经脉就是了。而且任督二脉啊，多少男孩子小时候的梦啊！嘿嘿。这期金牌杂志的方式不适合闭关修炼啊！任督二脉终于通了。哎，主公，某家似乎觉醒了新的天赋。什么天赋？驱鬼。某家现在可以操控5只小鬼。主人，还有我，本喵好像也进化了。哦，说说看。就是主人在攻击时计算的时间大大减少，还有主人对周围环境的变化也会更加敏锐。算了，主人自己感受一番吧。黑猫说着，就撞进夏洛的身体里。夏洛突然感觉到周围空气的流动，周遭的存在以另一种能量形态映射在夏洛的脑海中。卧槽，这是领域！是怜爱派你来的。主人的名讳不是你能喊的，快束手就擒，否则下一招我会砍下你的虾头。赶巧了，看到你，我也想试试我现在的实力。独孤九剑破刀式。师兄，可有什么结果？此虫洞应是2只天涯果合力而成，另一端通往千里之外的民众。只是师弟你炸碎了虫洞，导致空间产生乱流。总共有3个去向，其一向北，大约在宿州边界；其一向南，在靖州边界；最后一个则是直隶，与中间不远。多谢文兄相告，夏洛如今是御封的万安伯，足以让镇玄司出手。我这就行文，让这3地的镇玄司衙门寻找夏洛。钟馗，去看看死透了没有？主公，死透了，魂魄在我手中。能驱使吗？喂，主公，这魂魄先天不全，应该是早就被人炼化过，不能算鬼物。若是驱使，很快就会消散。你吃了吧，看能得到什么信息。有什么发现吗？主公，那怜爱妖女负伤，正在原地疗伤。那赶紧跑啊！妖女要是追上来，就完蛋了。各位，都看清楚，这是万安伯的画像。据文昌阁的推算，万安伯被妖人挟持，很可能就在中京城方圆500里内。速速调派人手搜寻。前引大人，浮云山也在这范围之内，可要进山调查。浮云山，发下悬赏，让浮云山内的妖豪动一动，告诉他们，报效朝廷的机会到了。是，大人。太宗用点力。哼，主人就知道欺负本庙，这货应该归钟馗才对。不一样，你的肉垫子更舒服。真的吗，主人？戴宗，你看那云上面是只青蛙吗？什么青蛙？蛙仔，你攻击我干嘛？你身上有虫子的味道。我刚刚打了一只虫妖，所以身上可能还留着它的气味吧。那误会你了，抱歉了啊。不用道歉，没关系。那我走了。主任，你说这蛙蛙为什么一直在这绕圈？啊，不知道啊。这里好熟悉，这个人也好熟悉。蛙仔，你迷路了吧？胡说，本大爷怎么可能迷路？再见。看来是真的迷路了。算了，先填饱肚子先。镇玄司的悬赏大家都收到了吧？回跑跑，浮云山所有妖寨都收到了，正要派人出去寻找那位小伯爷呢。好，镇玄司悬赏是5颗月华珠，老身也加个码，再加3粒日金。众妖一片喧哗，妖族修行提纯血脉，如果不走邪道，就只能吸收日月光华，而1颗日金可抵上妖修苦修10年。只是老身想拜托诸位一件事情。众妖再次安静。座上老妪可是通天的人物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，需要众妖去做？顿时众妖纷纷竖起了耳朵。
与日金月华比起来，金蝉婆婆的人情显然价值更大。婆婆，你说只要我等能做到的，哪怕折了我这对牛角。老身的独孙前2日又离家出走了，烦请诸位在寻找小伯爷的时候，也留意一下老身家那只小畜生，一旦遇到，打晕了给老身送回来便可。跑跑，小公子之前每次离家都是走不出百里嘛，这一次可有什么线索？这小畜生偷拿了一张4品千里随风符，不足以让他隐遁千里，应该还在浮云山范围之内。劳烦各位传个信回去，留意一下。老身多谢了。婆婆客气，我等这就传信。怎么又是你这蛙仔？你竟然跟踪本大爷！明明是你迷路砸我脸上了，还诬陷我。人类哦，看在你跟踪本大爷的份上，就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把本大爷带出这浮云山，这东海珍珠就是你的了。空间宝物，你这小蛙仔不知道财不露白的道理吗？不怕我抢了你吗？就凭你，要不你试试？看来这蛙仔是某个妖族豪门的公子哥，如果能跟他搞好关系，万一那妖女来抓我的时候，保险不就多了1分吗？嘿嘿，好，这交易我做了。果然是废物，还得我亲自出马才行。你吃什么呢？炼血丹，可以帮本大爷炼化血脉的丹药。你吐掉的是什么？那些不能吃吗？那些就是炼血丹，外面一层是糖衣，本大爷只吃糖衣。确认不行为，豪门的公子在哪个世界都不能用常理去理解他们。就在夏洛刚离开的森林，空间突然扭曲，随后2个妖怪从空间中掉了出来。黄三哥，这传送符劲也太大了。宋老弟，要是咱们有钱，自然可以做传送阵，直接到浮云坊。谁愿意受这劳什子传送符的罪？三哥，弟弟不是那个意思。等一下，是炼血丹，再找找，肯定是有运送丹药的队伍之前路过，不小心漏了出来，看看附近还有没有。人类啊，我觉得你身上的虫子味越来越重了。你刚才在河里洗干净了吗？洗干净了，脏的外套都扔掉了。宋老弟，看来是哥哥浅薄，判断错误了。那炼血丹不是什么运送队伍遗落的。岂不是正好？我们可以跟着一路捡过去，离远些，莫让他们发现。宋书航也是面露喜色，只是他没注意到黄三哥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寒光。你仔细看看，就那1人1蛙的实力，根本不是咱们兄弟的对手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直接把他的包袱抢过来呢？三哥，不妥。我宋书航虽然身份低微，但一生勤勤恳恳，从未做坏事，而且沾染了人族血光，到时候大玄就没有我们容身之处了。宋老弟，这是宋上门的富贵，你为何推三阻四？难道你以为我独自对付不了他们？可是，废物东西，你不去就给我老实待着。这一票我非做不可。杀意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大人饶命！给我个饶你的理由！黄三哥此时念头飞转，想要说服对方留自己一命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到心脏跳得飞快，体内的血液快要转过皮。虫子的气味，快扔掉！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拍手声从远处传来。夏洛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修长的身影缓缓朝他走。小哥哥，你真的很不错，炼血级妖物的肉身加上我的爆裂骨，居然都没有让你受伤。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。果然是你！什么东西？你的新朋友，不介绍一下吗？你的仇人。华大爷，你身上有没有强大的宝物可以对付那个妖女？没有。卧槽，生死攸关，别小气，不然我把你扔出去当挡箭牌。真的没有。你堂堂豪门妖少身上没有点护身的玩意儿？我是离家出走的，厉害的宝物都有禁止。我再出来的话，不是给家人指路吗？小哥哥，怎么不继续跑了？逃不掉了。夏洛心中一沉，也明白了什么，抓住蛙儿子，高高抡起胳膊。你个坏东西，他是你仇人，把我放下来！为穿越者，刚被人族圣域认领，正准备挑战人生巅峰，却不曾想魔道妖女为了夺宝，追杀了你10天10夜，直到你被逼上了绝路，逃不掉了。你个坏东西，他是你仇人，把我放下来！快跑！
夏洛凝神静气，将戴宗的感应之力放到最大。有意思，你的体术似乎很克制唐老妖。那这个呢？这就是力量的悬殊嘛！我讨厌弱小，更讨厌弱小的人反抗。你为什么要逃跑？安安静静被我带回去，把文心练出来不好吗？怜爱又是一道锋刃斩出，展开了夏洛的右肩，深可见骨。夏洛双臂垂落，犹如一个血人，死死盯着怜爱。妖女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摇人。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啊，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你那台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3500多。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止收手机，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妖女，手上无主！钟馗一声怒吼，从夏洛体内冲出来，袖中铁钩射向怜爱。怜爱不闪不避，任由铁钩穿过自己的身体，但怜爱身上却没有丝毫伤口。区区灵物也想伤我？怜爱先手一反，一道光芒从手指间射出，钟馗被击中的地方燃起了一团妖艳的紫色火焰，瞬间弥漫到全身。钟馗，主公，快跑！混蛋！主人，快跑！不要！你体内倒挺多这些乱七八糟的灵体。放开他！他想抓我的脸，我怎么能放了他？我要杀了你！真可怜！你想杀我？你现在就是一条爬虫，怎么杀我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打算杀了你，把你的尸体带回去。我的师尊一定可以从尸体里把文心练出来。不知死活！不是让你跑了吗？还回来干嘛？混蛋，别交代遗言！你把本大爷扔开，感动到本大爷了。这次让你占到便宜了。与此同时，怜爱连锋刃死到之前，一番术者龙魂术开。吞心禅，不对，这是虚影。装神弄鬼。我要杀了你，给钟馗和戴宗报仇！化冰谷，虎骨九剑破气式，给我斩！青丝骨真杀玉，虎骨九剑破剑式，破！六品血兽骨霸风，省省力气，霸风杀不死的，他们会一直被你的血液所吸引，直到彻底吞噬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来吧！这个蠢货！钟馗、戴宗，我替你们报仇了！你是谁？在做什么？不许走！主人，主人，嘿嘿，主人！戴宗，戴宗，你在哪？在下秘境之灵，见过主上，属下不便现身。钟馗和戴宗并没有死。那他们在哪里？快让他们出来见我！他们灵域消散，暂时不能显露于外。书灵乃是书中力量显化，书籍不灭，自然书灵不灭。那怎么才能让他们恢复？
让更多人吟诵书籍，自然就可以重新凝聚灵韵，再现外界。原来是需要更多的读者。我如果想得到新的书籍，需要怎么做？此方天道并不允许这些书籍出现，唯有以气运相抵，方可现世。主上只需要聚拢足够的气运，就能换取书籍。那武道，有人注意到我了，属下先行告退。秘境之事，主上日后自会得知。戴宗、钟馗，你们等一等我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。秘境之灵，你是说戴宗和钟馗并没死，是吗？回主上，您只需让更多人吟诵两者书籍，书灵便可重新凝聚灵韵，再现外界。主人，戴宗，主公，钟馗，戴宗还有钟馗，你们等一等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。赵尔娘，夏洛躺在软床上，穿越以来，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出现在陌生的地方。那个，请问这是哪里？好，夏公子醒了。啊！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，想必姐姐在家都要急疯了。等会拜托此地主人捎封信回去，报个平安。另外，钟馗和戴宗的书籍传播也不能放松。萱姐，公子有消息了。小季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萱姐放心，公子无事。夏轩闻言松了一口气。夏洛被连安掳走的这段时间，夏轩整个人浑浑噩噩，之前红润的脸庞也越发憔悴。那少爷人呢？魏大儒回到文昌阁后，请文相出手推演。文相确定公子被卷落在直隶一带，目前暂无生命之危。眼下直隶府的镇玄司衙门已经出动，全境搜寻公子。小姐，你这下放心了吧？我就说了，少爷上次死了都能复活，这一次肯定没事。小环，莫要胡说。萱姐，直隶紧挨中京，有数不清的高手，那妖女本就受伤，想必不敢过于张扬。公子也非寻常人，一定可以安然返回的。希望如此。我和那连埃已经结下大仇，接下来不是他杀我，就是我杀他，我还需要变强。想到这里，夏洛突然想起之前那只与自己合体的小蛙仔，这才发现蛙仔不在身边，正要招呼人询问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。老身道门，经三顺，见过万安伯。万安伯，老夫人可是在说我？看老身这记性，爵爷被掳走后，封爵的旨意才传下来，爵爷自然不清楚。还请老夫人解惑。大玄陛下有旨，万安县夏洛因寻文兴献宝文，有功于朝廷，奉万安伯。夏洛转念一想，当初魏燕说朝廷会有封赏，应该就是这个爵位了。听这封号的意思，是把万安县划成了自己的封地。不错，这皇帝够意思。老夫人，可是您救了我，我身边应该还有一只小蛙妖，大概这么大，那是我兄弟，不知道老夫人可曾见过？救你的是一位过路人，只把你救了下来，没有见过什么蛙妖。啊，那过路人可还在？我要去问问他，实在不行，得去我昏迷的地方再找找，也不知那小家伙有没有受伤。看着夏洛一脸关切焦急的模样，不似作假。金婆婆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，那美妇人眉头的冰寒之气也散去了一些。爵爷莫急，老身与爵爷玩笑，那小蛙妖乃是老身嫡孙，此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休养呢。原来是老奶奶当面，蛙兄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夏洛铭记在心。既然你说我那孙儿是你兄弟，老身托大受你一声奶奶，也就不喊你爵爷了。理应如此，我现在想去见见他，不知是否方便。那小畜生这一次受损不轻，目前还未清醒。你们究竟是遇见了何人何事？能不能跟奶奶详细说一说？事情要从万安县的文心泽主里说起。夏洛便把古门圣女如何大闹文心大典，与小蛙仔的相遇，以及他俩和怜爱拼命一战的过程大致说了一遍。古门竟然是他们！金奶奶，这是什么势力？古门就是以古为修行根基的门派，古师不分境界而讲品级，而古师的修炼会大肆残杀无辜生灵，进行祭祀，从而生品。
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识人类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敢问婆婆谷门中，可有古月方圆这号人物？古月方圆吗？老身却不曾听闻过。不过这春秋蝉又是何谷？哦，是一只赖皮谷。就在这时，金婆婆身边的中年美妇突然上前一步开口道：“爵爷，小妇人有个不情之请。”夫人请说。我那少主年少无知，动用了融魂之术，将自身底蕴借给爵爷以退强敌。如今爵爷安全，是否可以解开融魂术，而我少主神魂独立？没问题。可是这融魂术要怎么解？这个简单，只要爵爷不要反抗，切身动手，将爵爷融合了少主的那部分神魂裂开取出便可。让你只是个普通人，但暗地里却是最强力之人。可眼前两人认为你是个废物，要和你划清界限。你们要剥离我的神魂？我虽然不通修行，却也明白神魂的重要。我自然会尽力护全爵爷的神魂，但若是真有意外，我落地生前阁，侍奉爵爷一生，富贵荣华一样不缺。金奶奶，夏洛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只是这结果倒不如直接宰了我更利落一些。是宁兵失言，老身替他认错。金奶奶言重了，这融魂术对蛙兄弟有什么影响？除了猎魂，可还有别的方法吗？融魂术是妖族秘术，乃是妖与人的神魂融合之法，人族之气和与妖族之力融合，能形成更加强大的新力量供人族使用。而对妖族来说，儒道佛三家之气也能精粹自身血脉，这本是互利之事。不过神魂相融，一方丧命，另一方必然受到重创。其次，一方若天赋低劣，另一方也会受影响。我家少主是千年一出的吞星禅血脉，比肩古妖。若阁下是大儒种子、道门道子，又或是佛门的菩萨转世，倒也勉强配得上我家少主。可是，白宁兵没有往下说，但夏洛倒是听明白了。优等生的父母觉得差等生会拖累他们家孩子，只是真的好气哦。爵爷不必担忧，老身去信给道门，问问可有其他的方法。爵爷好生休息，待镇玄司来人吧。婆婆，要不要我晚上亲自动手，保证不留下任何痕迹？罢了，这小家伙能让文昌阁老书生亲自出手推演，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不要给道门惹麻烦了。可是少主他小畜生的品性你是了解的，虽然行事跳脱，但不至于离谱。融魂术的利弊他心中有数，却依然对万安伯施展，或许有其他隐情。我看是少主一时上了头，毕竟年纪还小。金婆婆脑中闪过一个身影，那是小青蛙的母亲，蝉蛙一族历史上最罕见的天运蝉，天生神通，趋吉避凶。若非为了生下金呱呱，恐怕能活过万年。趋吉避凶，可这夏洛连通读天赋都没，会成为呱呱的命中之疾吗？总之，不要妄动，先去信给道门，看有没有补救之法再说。是，婆婆。夏洛猛然睁开眼睛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从清醒到现在才半天的功夫，剩余的6条正经全部打通。这就是金婆婆说的融魂后产生的新力量。嘿嘿，这简直就是套了个威力增强的 buff。还是抓紧修炼吧。元霞真人怎么说？融魂之术可有其他解法？回禀阁主，真人说除了猎魂外，还可以采用镇魂之法，用法术使对方魂魄震荡。若是融魂初期，少主的那部分神魂是可以被剥离下来的。镇魂塔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真人说，除非大天师赏赐自身的护道太清玄感大丹，否则别无他法。婆婆，我去吧。倘若朝廷追究，我来承担所有的罪责。无妨，这点罪过我金三顺担得起。你去时要多注意分寸。谁在那？进。刹那间，一道寒气将夏洛包裹，夏洛周身结出了一层冰霜，
封在一块冰块中。启禀阁主，道门天灵道君来访，快快有请。弟子经三顺见过天灵道君。三顺是指听闻浮云山救了那万安伯？正是，道君是为了此事而来。那快请他出来相见。掌门亲为真人与几位长老商议决定，册封万安伯为我道门贤良师。这是为何？家贤良师有一疏灵，名曰钟馗，最是克制鬼魅，伏鬼一事向来是我道门第一。这有关天道气运之争，万不可让其落入儒门与佛门之手。大玄魏燕到此恭迎万安伯。天灵道长，魏某此次前来是接我大玄万安伯的，樊素去请他过来。我道门贤良师可是在歇息，快去请来。道君，魏大儒，那万安伯，贤良师他。这是哪里？神魂只有在母胎中才会与肉体完美匹配，降生后依旧完美匹配的孩童，儒门称作文曲临凡，道门唤作仙君道人，佛门则视为无垢灵魂。而此刻瞎落的神魂，在镇魂塔下达到完美匹配。与此同时，在外界正在操控镇魂塔的白凝冰也被一股磅礴力量压制，动弹不得。那镇魂塔上开始出现微微裂缝，竟然是通天路。一条通天路就是一条修行之道，自古以来只出现过3次。圣人开讲，青色漫天，开儒门通天路。道祖传道，紫气东来，开道门通天路。佛祖说法，地涌金莲，开佛门通天路。那位前辈，那气运所降之地，好像是虾洛与凝冰所在。明明不能修行，却被天道选，竟开辟了第4条修行大道，甚至世间一众大能都被这一项惊动。用九剑群龙5手。7老师，这就是您的传承，您要得到吗？天机屏蔽，不过隐隐中此人似乎与我道门有些关联。第4条通天修行路出现，这是要变天了。此七彩修行路与我佛门金刚修持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开创此路者与我佛有缘，当为我佛门护法。谨遵大菩萨法旨。可是人族韩青竹正道？不是，韩青竹任大玄兵相20年，欲以战场杀气为人族再开修行路。这条通天路有文华之气，却无杀气。3000里通天路，等同练血的层次还是次要，重要的是此人是否还有能力继续开道。儒、道、佛3条通天路都是万里，若是那人再开3000里，我妖族再做准备不迟。那我查一下他开到9000里会怎么样？你换新手机了？那多贵呀！现在上转转卖2手才更划算。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多，比新款便宜2000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笔记本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可舒服。真挺便宜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。总之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。等他过得了人族半圣那一关再说吧。那么一入圣殿一入，时刻关注吧。你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连痛度天赋都没有觉醒，怎么可能开出通天路？天道气运，白凝冰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破碎。这祥云正是天道奖励的气运，以潜力来说，虾洛就是万古前4。你为何要如此？爵爷，千错万错都是婢子的错，还请爵爷不要迁怒婆婆和呱呱。婢子这就给爵爷一个交代。爵爷，此事老身愿一力承担。多谢婆婆此前相救，这是蛙兄弟的神魂，你收起来吧。这镇魂之事，我们两清了。原本是一桩天大的机缘，这下全被我们毁了。之前蛙兄弟舍命救我，我理应报答，但我此刻身无长物。金呱呱是吞星禅血脉，我道宫有一秘境，名曰星咒，
吞星禅入内可得大机缘，足以抵过救命之恩。阁下是何人？为何要帮我？我乃道宫天灵道君，只要你答应当我道宫贤良师，金呱呱之时，我道宫帮你答谢。贤良师？那是什么？为什么要邀请我？因为钟馗。随后，天灵道君便把钟馗的重要性大概的跟夏洛讲了一下。哦，所以你们希望钟馗能挂个你们道门的名头？好，我答应了。你们退下吧，此处没你们的事情了。是。这个金三顺真是糊涂啊，居然拒绝了这万古第4人。唉，真是悔不当初啊！我真是老糊涂啊！贤良师，那吞星禅的确不凡，不过能与之比肩的血脉也不是没有。我道门有一只天龙，不如贫道做主，拨一名资质上佳的龙女，与贤良师接生魂器如何？龙女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哼，天灵道君开口倒是大方，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星辰海龙宫的龙女，原来是玄坛天龙池。那池天龙，老夫记得是电满所化，成就了雷龙之身，你可感兴趣？电满？算了算了，差点就被骗了，坏人！夏贤良师别走啊，听说池里也有龙蛋在孵化。本道君再给你留意留意。不了不了，你们自己留着吧。随后魏燕便带着夏洛飞出了浮云山，直奔直隶书院。这一路上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古门这帮虫子居然还敢跳出来，幸有书灵们拼死相护，以及金呱呱的不弃，辛苦你了。这事不会就此结果。前辈，关于我的修行路，此事超出了我的权限，不必对我言说。等你去到中京，自然会有文相亲自问你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有一事相询，你务必如实相告。前辈请问，你开出的修行路和之前的大儒文心有关联吗？是的，魏前辈可是有什么问题？儒门有些老家伙迂腐得很，你非我儒门弟子，却收了大儒文心，甚至还开出了修行路，只怕有些人会生出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是大儒文心选的我，跟他们什么事？莫急，事关名分大义，这是理之根本，也怨不得他们。老夫观你的通天路文华闪烁，与我儒门不谋而合，你可愿意拜入我儒门？是拜您为师吗？你开3000里通天路，老夫才初入大儒之境，做你的老师，只怕护不住你。能收你为徒之人，地位必然在我之上。无论如何，前辈都是我长辈，我将以师代之。好好休息，明日入京。穿越，靠着贤书开辟出人族第4条修行大道，但此刻的你却被各方大能盯上，迫不得已，只能去京城寻找庇护。前辈，我们现在去哪？现在去你的万安伯爵府。给我发房子了。几环的？多少平？在庆安坊，算是热闹繁华之处，大小你自己去看了就知道。前辈，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？还有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把佳姐他们接来？3日后朝会，你得上殿谢恩。你家那边，老夫建议还是等你把中京的事情都处理顺了，再接他们入京不迟。还有，你若是要出城，务必和文昌阁打声招呼。你开了3000里通天路，难保不会有人对你下手。等你未来的老师给你安排护道者就好了。马车晃晃悠悠走了许久，在一个府门停了下来。奴婢青凤司行走，见过大儒魏先生，见过万安伯。是侯安派你来的？正是侯总管派遣奴婢前来。总管说伯爷初来乍到，找奴婢好好带着伯爷走一走，转一转。倒是有心了，你便跟着王公公熟悉熟悉。老夫先回文昌阁交些差事，3日后朝会，老夫派人来接你一同上朝。小子记下了。辛苦公公了。不敢不敢，伯爷折杀奴婢了，伯爷请。文相，我回来了。学生魏燕见过恩师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我们这一脉没有这么多规矩。那小子安顿好了。侯安派人接手了。侯安是个做事妥帖的，退至可要去见见那小子。还有2步，你就输了。不可能，老夫有一计后手，能瞬间扭转乾坤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扭转乾坤。宋退之，老夫是在给你留颜面，你以为老夫没看出来？你动用了剑威之柱的神通吗？休要恶人先告状，是你这匹夫先用剑威之柱走了2步。只是剑威之柱你们拿来下棋作弊，真的好吗？宋匹夫，看老夫怎么预判你的棋路。严匹夫，看老夫预判你的预判。这有何难？看老夫预判你预判我的预判。
老夫在预判你预判我预判你的预判。恩师，怎么突然来中京了？还不是为了3000里通天路。这么说，是恩师你要将那小子收入门墙？如此一来，他岂不是成了我的小师弟，和我平辈了？你想多了，怎么会是平辈？哦，难道是我哪位师兄弟要收他？这不保险吧？是你师祖让我来的，看看那夏洛的品性如何。若是过关，老夫便带师收徒，他会成为老夫的小师弟，你的小师叔。我的小师叔。送走太监王立后，夏洛独自坐在伯爵府正厅的屋顶上，口中喃喃自语：虽然这府邸有小区那么大，但是我现在身无分文啊，这日常开销也是非常大的一笔钱，得想办法搞钱才行。不知不觉，夏洛想了一夜，却依然没什么章程。伟人说过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去街面上转转，了解一下行情。我可是有玻璃、香水这些穿越利器。嘿嘿。小哥，这水域宁可中意，想要的话给您便宜一些。什么水域？这他妈就是玻璃。那个多少钱？看您说的，水域值什么钱，就要点手工费，20铜钱一个。您要是要的多，可以15个铜钱给您。哎，小哥，别走啊，12个铜钱怎么样？各位客官都来看看新出的凝露香，12种鲜花提取，还附加了名片华国富的效果，一瓶只要10两银子。呸！居然用诗词能力提取花香制作香水，下作。一路逛下来，夏洛脸色越来越黑。银行有了，才100十米就2钱庄；超市有了，顾客自选；商家还开办了充值活动。美食这边的烤肉串可比蓝星上好吃多了。别问买肉串的钱哪来的，问就是太监孝敬的。首凤，那万安伯安顿好了。咱们这位伯爷怎么样？是个淳朴小子，听奴婢说了中京的花销，就一直在念叨着居中京，大不易。现在正愁着怎么挣钱呢。你就没告诉他，他守着个大金山。奴婢不知。今儿钟馗略传的章程定下来了，真文的誊抄费用是10文钱一次，其中4成归朝廷，3成归文昌阁，还有3成就是他万安伯的。此文黎民百姓尽可诵读，用于辟鬼。我大玄声民一照，不用多久，他就是大玄最富有的那一撮人。你个小龟森，是把人情送出去了吧？奴婢怕惹忌讳，也没敢多送，跌了张千两银票当孝敬了。比不过首凤，把纪相府都替他拿下来了。阁下就是夏洛吧？新封的万安伯。我不是，你们认错人了。伯爷开玩笑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等是曲离侯府的人，万安伯不要放肆。我乃是道教贤良师，你们敢碰我？万安伯好大的架子，本侯只是想请伯爷喝杯酒罢了，不给面子。晕童，这是一名妖主。越来的夏洛想用前世的知识赚钱贴补家用，却屡屡碰壁。正当他苦恼之时，突发意外，被人拦住了去路。伯爷，我家侯爷请伯爷喝酒。我很忙的，喝酒的事改天吧。那得罪了。灵宝一脉，程玉见过贤良师。我家小王也有事请教万安伯，去离侯请改日再约吧。告辞。哎，我是道门贤良师啊，就不能劳10块钱的科吗？我该谢谢谁呀？大哥，请问这东西在哪买啊？小哥，这不就是草报吗？随便哪个茶楼、酒馆、青楼都有小厮卖的，1文钱一份。都是这样的内容啊？是啊，都是这样的消息，便宜又好看，看完了还能拿回家放茅厕。就没有其他内容的，比如用雅文写的？你说的是文报，那是文昌阁刊发的，说是上面有最新的诗词。
还有夫子甚至大儒注解经义的文章，1个月一次，据说要10两银子一份呢。10两，这么贵？哎，读书人的东西能说贵吗？一本下品的开蒙经义都要100两呢。还调查毛线的市场啊！这个世界写书最赚钱啊！我最不缺的是什么？是满脑袋的书啊！嘿嘿，回家，回家。记重。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还好吧？萱姐说家里有蔡知县看顾，没有大事，便让我过来陪着你。哦，对了，这是3万两银票，是萱姐让我带给你的。我现在给她打个视频电话，报个平安。哎，你换新手机了，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呀？我方案回收卖了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，价格满意当面回收。我用了很久的那台苹果手机还卖了3700多呢。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像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认准爱回收就对了。那我一会就去看看。走，我们进屋。公子，文报给你买回来了。看着文报上，除了经史子集以外，并没有其他内容；而草报上，除了青楼赌馆，没有娱乐；除了街头巷闻，没有八卦。雅文的天道限制甚至渗入到平文之中，也没有什么虚构的故事传奇。公子，小季啊，你说公子也去办报怎么样？恩师，那小子观察的如何？什么叫那小子？若是老夫认可了他，就是你的小师叔了，有没有礼数？这不是还没有吗？曲离侯知道是什么人吗？他和夏洛克有什么恩怨？曲离侯乃是正大唐大儒其可修之孙，算是忠臣之后，这2人素无交集啊。那应是齐怀玉眼红夏洛的钟馗列传之分红，想要强取一分。兴许齐怀玉本身背后就有人撺掇，投石问路。恩师，你去哪？养不教父之过，父亲既然过世，那就是爷爷的问题。老夫去打齐可修一顿，让他看好自己的孙子。恩师的脾气这么多年还没改啊！主公，主公，钟馗，你真的复活了！回禀主公，是因为吟诵《钟馗列传》的人越来越多，某家的领域才恢复如此之快。太好了，那我也要尽快把《笑傲江湖》传出去，这样就能早点见到戴宗了。公子，醒醒！怎么了？我听说中京早晨有一个特色叫醒早，最近各大酒楼的醒早都在讲公子你的《钟馗列传》，活灵活现的。哦，这不就是说书先生吗？走去看看。话嘴男生给诸位道早安。南先生，就等着你说《钟馗列传》呢。我可是专门从南城过来的。是啊，我是从北城来的。老夫连听了2天，仍然是觉得回味无穷啊！诸位客官听好了，夫钟馗者，姓钟名馗，古有雍州中南人也，文武全修，豹头环眼，铁面裘鬓，相貌奇异，经纶满腹，刚正不阿，不惧邪祟，待人正直，肝胆相照，或共这不就有现成的内容了吗？走，我们去后台。公子，南先生来了。南先生在下夏洛。学生南苑西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见过万安伯。南先生，我打算办一份新报，有意聘请先生担任这份新报的首任主编，负责遴选合适的说文内容。伯爷是想借新报完成立言，可立言需要天道认可，必须使用雅文。当然是雅文，不过不是立言，而是故事。故事？对，跟《钟馗列传》一样好看的故事。此事不急，办报的事情我还要和文昌阁沟通一二，南先生可以先考虑。晚些时候我会送篇新故事来，南先生觉得合适的话，可以在明日醒早上讲一讲。告辞。公子，你要把《笑傲江湖》先给那个南先生看吗？夏洛微微摇了摇头，他打算用天道气运换一本短篇小说，给新报做一波预热，然后再推出《笑傲江湖》。什么？书籍要抽？秘境之灵是这样说的：主公选择好区域的大小，匹配的树林会自行飞向主公。好吧，就你了。明明是个凡人，可整个人族大能都赶着巴结你，只因你是穿越者，不受天道限制，写出的书只要读了就能变强。此刻的你刚写完从秘境中获得的新书籍，刹那之间金光大作。这是愤怒的小鸟。
好家伙，我这是解锁了怒气状态啊！既然是七情，那这红尘神通应还有其他6个。小季，公子，你喊我？辛苦你一趟，给那个南苑西送去。哦，公子已经把新故事写好了。季仲接过稿件，直接看了起来。公子，这个李甲与孙福是哪里人士？我这就去取他俩的狗命，祭奠杜十娘。冷静，冷静，这是故事，都是虚构的。公子，怎么写出这么让人怒不可遏的故事来？快送过去吧。明天好像要上早朝了，也不知道文昌阁给我找到师傅了没有。好一个虚构之故事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情节丝丝入扣，千折百转，满篇俗世，却满篇人心。这便是第4条修行路的气吗？老师果然没有说错，这是一条众生路。败家玩意儿，这首本原作怎能就这样送出去？这应当是我竹林一脉的宝物才对。大儒文稿，那南苑西也算不亏了。看在这篇文稿的份上，老夫就当你通过了考验。我这个做师兄的，替小师弟保管一下，理所应当。恩师尊鉴，自弟子受令，看顾第4条通天路开路者，已有3日。其余弟子之徒为天意颇为亲厚。天意言说此子秉性纯良，言谈有误，只是天不生通读之天赋，让人惋惜。将传老师旨意，收下落入竹林一脉，弟子有一事不得其解，请老师解惑。自古天道有法，虚妄之事难以用雅文书写成章，下落所书所写皆为虚构，缘何能存于世间？附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全文，请老师一观。弟子退之，顿首再拜。这位前辈也真是的，还打算在路上和他请教一番呢。公子想知道什么？朝堂里的格局啊，进了朝堂该拜谁的码头，这些总要清楚的吧？本来就是打算在这上朝的路上问一问呐。这个我知道，朝廷每年都下发官员本纪，我也有涉猎的。哦，你快说说。我简单和公子说一说朝堂结构吧。我常用的4首相制度，总督天下事。文昌阁之首，号文相，总管天下文娱事务；正大堂之首，号正相，总管朝廷政务；武威府之首，号兵相，总管天下兵事；天意处之首，号法相，总管天下刑民监察。在4项之外，还有一司，名曰镇玄司，对内监察，对外渗透，总管天下情报消息。这就是大玄朝朝堂上的基本架构了。公子，我在外面等你下朝。此时的大殿内人头涌动，众人互相拱手施礼，谈笑寒暄，一派和气的模样。阁下可是万安伯瞎落？在下瞎落，见过大人。不敢当，鄙人萧世远，文昌阁陆氏，伯爷请随我来。老师，万安伯来了。老夫言百串。小子瞎落，见过文相。万安伯不必多礼。这是兵相韩青竹，我人族之脊梁。见过兵相。不错，后生可畏，好好走下去，争取为人族再增一份战力。小子定当尽力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！长明宫内，一道道奏折有条不紊的上奏争辩，然后裁定或在议。夏洛站在角落里，靠着大殿里的盘龙柱，都快睡过去。众卿既已议定，那就有劳兵向北上，坐镇万仞城，以防蛮族的冬季攻势。旨意即刻下发，各部不得拖延。万安县虾落接旨。草民在。万安县虾落，县旗书有功，特封万安伯，封邑万安县，世袭罔替，年俸银1万两。钦此。臣领旨，谢恩。陛下，老臣有事要问万安伯。这是正大堂礼部主事吕大志，官居五品。吕大人有何事要问我？老夫问你，万安县的那颗大如文心，可是被你盗走了？吕大人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张口就来呢？你们让文心择主，文心就择我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胡说八道！大如文心是我儒家至宝，而你连浩然正气都没有，非我儒门中人，
文心怎会选你为主？哼，老匹夫，休得胡言！魏大人，你虽是大儒境，我是夫子境，但是礼不分上下。你说老夫胡言，那老夫哪里没有说对？我儒门弟子岂是用浩然正气来认定的？只要心中有道，能明辨世间之理，有入我儒门之心，皆是我儒家门徒。夏洛，我问你，你可有心中之道？有。那你可愿辨明世间之理？愿。好，这便是我儒家门徒。哼，魏大儒，这身份可不是你说是就是的。那你说该如何？有资格承认万安伯为儒门弟子的，理当是儒门魁首，当世文宗，半部圣人。班胜啊，李大志就不怕把魏延这一脉的主力班胜逼出来吗？朱胜自临黄案后隐居青竹林一甲子，当年霍襄乱权都没有出面，怎么会为一颗文心出头？李大志图什么？就算万安伯同意重练文心，也落不到他头上。我听闻吕大志新娶了一房小妾，是莫州方氏的旁系女。莫州方氏啊，是也是也。魏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要不然传信给你师祖朱胜一问，本官随时恭候。不必了。弟子魏延拜见小师叔。魏前辈，长幼有序，弟子不敢当前辈二字。难道是真的？文相给我找的师傅是魏延师傅的师傅。魏前，那个小魏啊，你先起来吧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说朱胜收他为徒，可有什么证明？老夫可以证明。没想到朱胜居然在此收徒，可喜可贺。侯安、倪指封万安伯为长明宫侍读，上满血墨10块，天蚕锦缎白匹，中京外黄装1座。文心之事就此议定，不必再提，退朝吧。陛下，微臣有奏。身为穿越者，第一次参与人皇封赏，竟被各方势力针对，你不仅不生气，还十分高兴，只因对方说：万安伯，兵相即将兵发万仞城，自古送别出好时，不如请万安伯赋诗一首，相赠兵相罢。小师叔，这个万不同笑里藏刀，是想借诗词让你得不到其他儒生的认同，稍后你就说身体不适，我来转还。小魏无妨，就一首诗词而已，且看小师叔如何拿捏他。离别多愁慨，小子斗胆，借兵相名讳，咏一首壮志诗，为兵相此行增彩。陛下，臣斗胆，请笔墨伺候。侯安，去准备吧。我自幼就听闻万仞城之险要，也听闻不倒其之坚韧。在人族心中，万仞城在，人族安；不倒其飘扬，人族不败。故而有感而发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源在破岩中。2句写完，满朝官员面色一变，不管他们是何立场，背后又有什么利益关联，但能身披官服，学问都是上上的，一眼就看出这2句诗歌的优异来。妙啊！仅2句就将立根破岩的青竹描绘得栩栩如生。是极，尤其是开篇咬定2字，尤为传神。这说的并非柔美，而是刚毅。儿子，你往深处想，自陛下登基，我人族对蛮族就在所事，万仞城3次血战，100万将士拼死不退。再来看看这咬定2字，何等贴切！万安伯果然文采非凡，只是兵相出征，正是如此血重，只怕有所不及啊。万大人莫急，待我写完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只见那写着文字的纸张，大殿内凭空刮起了一阵清风，直吹众人神魂。不要抵挡，此乃清心之风，受此风洗礼，尔等越书山渡血海，将少2分心中迷惘。夫子巅峰晋级大儒，可增加1成几率，对大儒亦有加成。老严，不麻烦你，我自己拿就行。休要胡说，此乃罕见的正心诗，我文昌阁掌管天下文乐，原稿理应在我文昌阁保存。哼，严赖子，你跟我耍无赖是吧？你看看标题是什么？赠兵相，你是兵相还是我是兵相？我想做兵相就一句话的事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站着别动！瞎小子，你这状形诗，老夫带北方将士收下了。说完，浑身气血，把严百川的手弹开，将原稿一把抓进手里。陛下，军务繁杂，老臣先下去准备了。诸位常念此事，清心效果仍存。谢万安伯赐诗。万安伯果然才华横溢，没想到本官今日一个突发奇想，竟然诞生如此传世诗词，可喜可贺。
此番还是多谢万大人举荐，才让此诗问世。小子正好也有一首诗想赠与万大人与礼部诸位大人。夏卿家快说来。今日上朝，恰逢大雨，方才雨歇，又听到礼部大人们的高论，心中有诗一首。风驱急雨洒高城，云压青雷阴地生。雨过不知龙去处，一池草色万蛙鸣。好诗啊！初时风高雨急，电闪雷鸣，随后龙去蛙鸣，春色青草，颇有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意境啊。是这个意境没错，不过联系此间场景，倒不如说是风住了雨停了，一群青蛙觉得自己又兴了。众人一愣，瞬间想到方才礼部众官员欲图分取虾洛文明的场面，都不禁会心一笑。万爱卿，此诗不错，你还不谢谢夏爱卿？谢万安伯此诗。不客气。今日在下斗胆和诸位共赏一篇奇文，诸位且听好了。那名姬姓杜明美，排行第10，院中都称为杜十娘，生的。南苑西讲的便是虾洛抽出的短篇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。随着南苑西将故事声情并茂的演绎，众人的怒火也随之升高。气煞老夫，南先生，勿要替恶人遮掩，此情此事怎可能是虚构？你告诉老夫，那李甲与孙父何在？吾与此人不共戴天。正是，凭了文明不要，我也要与他们一分生死。南苑西正要解释，突然感应到体内的浩然正气汹涌澎湃，一道文思涌现在脑海之中。倾城铭记觅情鸾，身在青楼被石难。曲院青商红烛下，香寒翠袖绿樽前。心似路北无明月，眼望江南寄梦鸾。怎奈东风吹薄草，且留悲壮景尘缘。一首律诗在南苑西口中吐露出来，刹那之间，浑身青光大放。困在落笔近10数年的南苑西，在此刻晋升成诗境。几乎同时，学子之中也有几道青光闪烁，也全都破镜。南先生，此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夫子，此文出自万安伯虾洛之手，其余事我一概不知。南先生，有劳您跟我回一趟书院，与学子们再讲一讲这奇文。此时南苑西却不知他这一趟竟让8大书院都炸开了锅。公子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办新报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抄写。这是为何？公子，你的故事需用雅文撰写，无法印刷。当然，文昌阁内有一编制，名曰藤篆司，掌握了神通下笔千言，可日写100万字，专供文报抄写。藤篆司接外包嘛？外包是何意思？就是我雇他们给我抄写。公子，藤篆司的人平日里都有其他支差，只是在文报发行前3日会执行誊抄之事。一个全职誊抄的儒生月俸多少？800两。新报需50人誊抄，人工需4万两，扣去售卖人员的薪资，总需5万两。一个月发行4万份，那一份报至少得1两3分银才能收回成本。不行，太贵了，寻常百姓买不起。就在虾洛还在想如何控制成本的时候，看着季仲想到了前世那些公司的著名骚操作，和学院合作。小季啊，我记得你本来是要来中京的折柳书院求学的吧？对啊，是折柳书院王七峰夫子给我做的举荐，待我答应公子的护卫之期结束，再入学折柳书院。王七峰，看来要去一趟文昌阁了。你们的意思是让虾洛授权你们也可以诵读和誊抄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？魏天一，你不是一直觊觎前朝臣大大的深空腹吗？你若能促成此事，我就送给你。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。诸位放心回去，此事魏某一定办妥。魏天一，要不还是你帮忙约万安伯出来，我们亲自与他商谈吧。对啊，还是约出来，我们自己聊吧。这么多人一起，我一口一个小师叔，要我魏燕社死啊！诸位稍安勿躁，不是我不愿意约小师叔来见各位，小师叔此刻正忙着准备拜师事宜，有我师父盯着，实在是脱不开身。魏燕话音未落，虾洛的声音传了进来：“小魏，我有事找你帮忙。”什么？你要50名儒生，月俸300两。一番介绍后，虾洛得知对方就是中京书院的众院首，立刻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万安伯想要办新报，连载故事，可都是如杜十娘那般的奇文。你们也知道杜十娘了？那只是短篇，我要连载的是长篇，100万字的那种。100万字，可全都是雅文？当然，不然要50名下笔千言的儒生干什么？几个院首互相对视了一眼。孔天芳之前的话，他们可还记得？写了钟馗，又写杜十娘，谁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写什么？这才是真正的百宝箱。万安伯，这不妥啊！那要嘛？500两，不能再多了。老夫的意思是，怎么能让您给钱呢？能第一时间誊抄大作，是学子之信，是我书院之荣，众位说是不是啊？
正是，我等怎么能收万安伯的银子呢？读书人的事，提钱财可就俗了。反正是誊抄，学子平日里也是要临帖练习，又不费什么功夫。可是总不能让学子白忙一场吧？刚好我这里有一套珍藏已久的仿真娃娃，送给学子。仿真娃娃什么品牌？贵吗？从春水堂进货的等身铂金硅胶手办，月薪3000都买得起。手办自带精致妆容，美如仙女。从锁骨到腹肌线条，全是真人1:1倒模，还原十分到位。为了加强更真实的体验，还升级了可动式仿真嘴巴，怎么触摸都很丝滑，皮肤更是2指一捏，松软有度。还有那43处瑜伽关节，可摆出108种姿势。心动不如行动，买手办春水堂。书院自有学分制度，我等会给学子1分代酬，全凭自愿，这一点请万安伯放心。但是有一件事老夫觉得不妥，就知道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不要银子，那肯定是要更高价值的东西。孔院手有什么要求？1万分太少了，这怎么够我们几家书院分呢？不错，我红袖书院以书法为立院之本，进入目3分书法之境的女儒生不下400人，区区50个名额，还不够我一家拿的。飞梅院手言之有理，我墨海书院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，合适的儒生不低于500之数，区50人太少了。正是，万安伯，你再考虑一下。那要不2万份？4万，人员之事，万安伯不必担忧，只需将文章送来，我等立刻安排下去。若有朝一日，万安伯之心报能比肩本报，我等也能吃得下。只是我等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此事只交于我等几家书院，万安伯就莫要再找其他人了。这最麻烦的事情就这么解决了。万安伯，星报第1篇连载之故事可有眉目？众院手连同魏燕一听孔天方的问题，顿时竖起耳朵望向夏洛。有啊，请孔院手雅正。不敢不敢。伸手接过稿件，只扫了一眼，眼珠子就扎了进去。众院手见孔天方表情有异，纷纷围了上来。老师，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，当真可以助我入门晋级？恰逢其会罢了。不过你这么说也没有错，请老师解惑。此文难得之处在于以情字为扣，勾人心神，让人与文中角色有同呼吸共命运之感。诗词一道，最讲究有感而发。观读此文之后，心中情感平白浓烈，自然是进入落笔或成诗境的最好时机。况且年轻人血气方刚，正是怒之年纪，与此文又正好匹配，这才有折柳书院的晋级盛况。对儒生境来说，此文却有辅助之效，但是也会因人而异。原来如此。严百川还要再说，突然眼神一凝，望向魏燕雅士的方向。老师，怎么了？那夏洛又写出了一篇文章。这就完了，后面的呢？等连载到第2期就会有第2回了。万安伯，我们都是大儒，品行都是靠得住的，不如你先把后面的文稿也写出来，我们替你保管。是啊，孔兄之言深得我心。哼，诸位还要不要面子？你们还叽歪什么？你们应该都记住了内容吧？回去自己写，这原稿就不要拿走了。小师叔，原稿我替你保管。各位，既然咱们谈妥了，我就去忙后面的事情了。早一天发行，早一天可以看到第2回。速去速去。众院手也互相点点头，返回各自书院去安排誊抄人手之事去了。一时间雅室内只剩下魏燕一人。到底写了什么故事，竟让他们如此失态？文相，这是夏洛打算连载的雅文故事。正是，其文共欣赏，一意相与兮。我也来看看这是何等文章。此乃小师叔之幸，要不文相你先看？不必，你看完1页就给我1页。我只是好奇，究竟什么文章竟让那帮臭学究居然动了赌人的心思？完了，27000余字，确实没有了。哼，此子可恨，居然断章在了最关键之处。文相所言极是，文人最求念读通达，写书断在关键之处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，文人之耻。你说我把他关起来，让其将文章写完，你竹林那位师祖会不会来找我麻烦？来的恐怕不是师祖，是我2师伯。玩笑。求国爷6老怒继续管理黄庄，也让那些孩子住在黄庄里。什么孩子？你又是哪位？伯爷恕罪，这人叫卢童，是三溪庄的管事。什么三溪庄？回伯爷，前日陛下赏赐里就包含这个黄庄。哦，那他这是？这卢童心善，每遇见流浪的孩子，就收进黄庄。如今这三溪庄已经是伯爷您的私产，这些孩子也就要您来处置了。卢童，你说说看，想我怎么处置？
回伯爷，以往三西庄上交内务司的分利是每年1万两白银，老奴求伯爷让那些孩子住在黄庄里，老奴愿意1年上交12000两的分利，若是少了1两，老奴一命谢罪。黄庄1年1万两的银子，你怎么跟我保证1年12000两？老奴回去就把祖田给退一部分，让孩子们耕种，一个大人的活10个孩子来做，总能上浮一些收入，老奴也有一些积蓄。若是还不行，卢童说到这里，突然闭上了嘴，双手攥紧。若是还不行，就卖掉一些凑钱，是吗？老奴也不想，可是若没有黄庄遮蔽，这帮孩子没活路啊！看着眼前泪流满面的卢童以及那些孩子，夏洛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行了，租田不用退了，黄庄可以继续让孩子们住着，但需要他们做点活计，我这还会给他们工钱。恕老奴多嘴，我也想让他们做什么，老奴怕他们坏了伯爷的大事。坏不了，我要他们做卖报的小郎君，呸，不对，是卖报的小行家。来来，跟我一起唱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。孩子们听说不用离开黄庄，非常开心，听话的跟着夏洛的腔调唱起来。虽然这曲子听上去有点奇怪，但是唱起来却是很欢快的。卢童，接下来你给他们分个组，负责卖报，每组每月1两银子，年幼的便在庄子里与你干点农活就行。伯爷善心，这帮孩子一辈子都会记得伯爷的恩典，只是互相需求罢了。如今新报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接姐姐来中京了。想到姐姐，夏洛又想到了他未治愈的眼睛。卢童，安排个车夫，我要去一趟万宝楼。小姐，蔡知县那里刚传来少爷的新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蔡知县说少爷拜了个半圣师傅，不过蔡知县说的时候语气好奇怪，还嘟囔着小师祖来着。对了，那边还说少爷好像写了一篇什么文章，让一个书院的人都晋级了。不过我听说是写青楼女子的。小姐，你去了京城以后要好好管管少爷。又传的没边了，哪有写青楼的文章能让儒生晋级的？我看是写了一篇好词。可是小姐，万一少爷他真的是……好了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让我安静一会儿。小姐，你最近怎么老是要静一静，都不和我说心事了？看来要早点启程去中京了。小洛年纪轻轻的，又是伯爷，还是在中京那样繁华的地方，万一真的被掏空了身子怎么办？小人万福，不知贵人想要什么宝物？满骨丹。这贵人恕罪，如今小号没有存货了。怎么可能？贵人您听我说，满骨丹按说不是什么稀罕物，屠一个蛮族部落就能拿到5份材料。可是眼下这时节，实在不好安排人手出去屠蛮啊。就没有其他的法子吗？有的，小号的满骨丹都是道门仙胡老祖炼制的，他老人家或许有存货，贵人可以去试一试。老祖就住在城东10里外的虎山，到那很容易找到。仙狐老祖吗？穿越异界，读书就能变强。我靠着天道都不认可的贤书成为圣人，至此我的历史。季仲，你说我昏迷了6天。公子，我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小师叔，家师说你是陷入了认知障，若是再不醒，就要入魔了。可我感觉自己就眯了一会啊。夏洛不可置信地望着众人，但众人表情却十分凝重。小师弟，认知障就是这样，于己一瞬，于外千年，往往只有大儒才会有陷入认知障的可能。还好你破障醒来了，不然我也只能写信请老师出竹林了。神魂无碍。小尉，他是小师叔，这是在下恩师，竹林七贤排行第4，正心境大儒，也是您的4师兄宋退之。小师弟，听说你前些日子在找满骨丹，你大师兄去埋园上转了一圈，捡了10颗。你要是觉得不够，大师兄说他再去逛逛，兴许还能捡着。本事大师伯咋还能捡到成品呢？臭小子，大师伯说捡到就是捡到的。谢谢4师兄，也请代我谢谢大师兄。那个万安伯。夏洛见孔天方一脸的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很是着急。孔院手有话直说。万安伯，天龙8部断更了6天了，明日该更新了。夏小友，听闻你前些日子陷入10障，而今破障而出，可喜可贺。不如
刘匹夫，你想干什么？宋先生，你怎么还在？夏洛一脸狐疑地望着面前帅气的中年大叔，这一副自来熟的气质，感觉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。小师弟，柳大如前几日找你，你正在10丈中，今日相见，就多聊2句。老夫先回房休息了。刘匹夫，你若是有什么出格的举动，别怪我回头告诉二师姐。不敢。夏小友，老夫刘景庄善此道，此次前来就是跟小友好好的交流一番。卧槽！异界版的柳三变，号称燕柳总班头、青楼大魁首的刘勇，小子夏洛字东流，见过柳大如。柳大如风神俊朗，小子一见如沐春风。小友客气，我也与小友一见如故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。世人皆羞于提及情爱，但在老夫看来，情爱最是人性。若没有情爱，这人间又有何乐趣？相比小友你的笑傲江湖，老夫更爱杜十娘。有道是：1000两黄金万两银，财尽人散两相亲。最是真心留得住，方知花魁认多钱。理是这么个理，只是多少人有柳大如的风度，可谓是1000两黄金万两银，只问身段不问情，贪图一夜床4马，颠簸何曾见真心。此言大妙，当府一大白。刘景庄再度大笑，望向夏洛的眼神中充满了知己之感。此时2人已经交谈了不知多久，天色都暗淡了下来。我要空谈，走，随老夫走一趟。柳大如，这是去何处？叫什么柳大如？叫柳大哥。今日大哥带你马踏青楼，会会中京花魁。嘿嘿，正好要开开眼界，见世面，请柳大哥带路。就在夏洛起身的时候，耳旁传来宋退之的传音：小师弟，中京夜里花气重，远观即可，勿要贪香坏了鼻子。是，师兄放心。你穿越到一个读书就能变强的世界，可你的外挂却是一堆天道都不允许出现的信息，却不曾想你随手写的《聊斋》被妖国当作天书，一本《天龙八部》为世人打开了武帝，制服人民意识。钱兄，洛妮要开始唱曲了。姑娘，且慢。钱尔康用上了儒门术法掷地有声，原本是要喊洛逆的，只是见洛鸿奴的倾城之姿，把逆字收了回去，导致正气走岔了道，顿时2股鲜血从他的鼻孔中流了出来。这位鼻血公子有何指教？奴家只会唱曲，不会疗伤。此言一出，满座哄笑。不要打岔，今日我赴词社前来，就是想问一问骆大家，你今日唱的曲是何词牌？你猜呢？骆大家，当今文风日下，俗曲便是罪魁之一，你那些俗曲大可不必再唱了。滚！哎，诸位莫要争了，你们诸多学子在此围攻骆大家一位女子，传出去闻名还要不要了？先行离去吧。柳大如在就正好了，先生之起，千古传世，学生敬仰久矣，还请先生再述我词坛威严，断了俗曲之路。老夫可没有那个能耐，这俗曲能流传，自然是有人喜爱。先生贵为词坛圣手，当一波乱反正为己任，学生代表千万儒生，请柳大如主持文坛正义。真他妈脸大！你以为你是文相吗？还代表千万儒生？你把你代表的人的名字说给我听听，我数数有没有千万。我等乃是清波书院的学子，亦是赋词社的社员，不知阁下是哪位学院的晚兄？清波书院没听说过啊。一家三流书院没名声。陋室铭有云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岂能因学院高低而笑人？这位公子，你是哪家学院的学子？我不是学子。既然不是学院学子，这位公子还是少管我文坛之事。谁说非得是学子？我是学院的保洁，不行吗？前弟不知这学院还招人吗？刚好我隔壁的刘哥最近正寻待遇好的工作。你早说啊！想找个好工作，推荐用58同城试试，100万名起，直播招人，不用写简历，直接面高薪岗位，再也不用到处奔波了。AI 面试效率高，上岗还快。听起来不错啊。那可不，公司职位多重，验真过的普工、技工岗位也超多。等你工作稳定了，58还能找房子、找保洁，可方便了，事事可成。58同城。公子不要开玩笑了，真当我没身份的吗？这是我在折柳书院的教授名牌，这是红袖书院的，这是春风书院的，碧霄书院的。8枚身份名牌一字排开，正是大玄8大书院里在中京的5大一流书院和另外3所顶尖的2流书院。学生有眼不识泰山，见过先生。先前学生狂妄了，向先生认错。不过我等此行只是为了进取，毕竟屈俗难耐，有辱。放屁！谁说曲一定就俗了？
学生孤陋寡闻，所知之曲尽是俗不可耐之物。即便是骆大家的几篇传唱名曲，也不过是中平之作。先生既然认为有雅曲，不如为学生们开开眼界。这小公子真是的，雅曲哪有那么好做？我爹爹好几次也想做几首雅曲，可每下笔都逃不了词的限制。孟蕊，要不我们出手吧，打完就跑。哎，现在嘛。好啊。你想听什么题目的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柳大如，可是还有其他要嘱咐的。老夫愿做个中正，评一评我下贤弟将要做出的新曲，免得被人曲解。也不为难先生，眼下正值深秋，自古秋词多如牛毛，想必是好写的。先生就以秋为题，做一雅曲吧。我要是把号称秋思之祖的枯藤老树昏鸦拿出来，算欺负你。秋是吧？听好了，孤村落日残霞，青烟老树寒鸦。一点飞鸿饮下，青山绿水，百草红叶黄花。一曲毕，满堂皆静。柳先生，快评一评吧。妙啊！从未见过如此妙绝之曲，短短28个字，生动描绘了一幅秋景图。古人写秋，往往多寂寥萧瑟，此曲开篇亦如是。孤村落日残霞，青烟老树寒鸦，6幅图景无一不透着萧瑟之感。飞鸿及秋雁仅只有一点，可见其孤寂，但此一点让全篇画面由静转动，整个秋景仿佛扑面而来。最妙的是青山绿水，百草红叶黄花，有远景是山是水，有近景是草是叶是花，远近交杂，青绿白红黄5色点缀，那幅寂寥秋景图瞬间活泼鲜艳起来，为秋之肃杀平添生机活力，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。雅曲，此为雅曲啊！